未贤，与本章文气不合，今不从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不在事前逆测人诈我，不在事前揣想人对我有不信，但临事遇人有诈与不信，亦能先觉到，这不是贤人吗？34为生母谓孔子曰：丘，何为是戚戚者与？吾乃为佞乎？孔子曰：非敢为佞也，即故也。为生母，为生氏，母名。或作为生母，又说即为生高官。其直呼孔子名而辞甚惧，盖以耻尊。戚戚，戚字，戚戚，不黄宁处邑。孔子力聘诸侯所。宪问篇第14。407。谓黄无所及。谓佞，口给义。为生讥孔子周流不止，若专欲以言辩，取信于人；若战国人以孟子为好辩，即故也。即汉译。故自有两解。一说故直一而不通。孔子言我之习不暇宣，非物欲以辩取信。若知道不行而决意气是觉悟，则是己之固执，不肯多方以求道之行。我所及在此。一说孔子言我之戚黄，特并世之故陋，欲行道以化之。或宜如前说，似孔子斥为生为直一，有反唇相讥之嫌。然依后说，似孔子脱口自负，语气亦多迂回，不如前说之直而婉，谦而不失其分。今从前说。白话释义：为生母对孔子说：丘呀，你为何如此戚黄的？真要像一佞人，专以口辩取信吗？孔子对道：我不敢要做一佞人，只厌恶做一固执人而已。35。子曰：既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既善马鸣，一日能行千里。然所以称既，非以其力能行远，乃以其德性调良，与人亦相和谐。人之才德兼者，其所称必在德。然亦无才之德，不能行远，终是驽马。性虽调良，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08。不获既称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称为骑马的，并不是称他之力，乃是称他之德呀。36。或曰：以德报怨，何如？子曰：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以德报怨，此四自见。老子书论语20篇5集。老子其人其书者，有之，唯此四字，可破后世相传孔子学于老聘之福说。但是当时有此语，后为老子书者所取，非或人引。老子书未问。何以报德？以德报怨。若谓忠厚，然教人以畏，诱导人于忍，否则将使人流于福薄。既以德报所怨，则人之有德于我者，又将何以为报？岂愿亲平等，我心亦无分别于其间。此非大畏，即是至忍，否则是福薄无性情之争。以直报怨，直者直道，公平无私。我虽与彼有私怨，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，不因怨而加克，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，是即直。君子无所往而不以直道行，何谓于所怨者而特屈加以私厚？以德报德，人之有德于我，我必以德报之，亦即直道也。宪问篇第14。409。然德不论厚薄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？若计较厚薄以为报，是非以德报德，乃以利长利矣。此幼小人之至私至薄，非所谓报德。本章之言明白简约，而其旨意曲折反复，如造化自然之简易而易之，又复微妙而难穷。其要乃在我之一心。我能直心而行，以至于斟酌尽善，情理兼道，而至于无所用心焉。
此真学者所当生玩。白话释义。或人问道：以德报怨，如何呀？先生说：那魔又如何报德呢？不如有怨以直报，有德以德报。37。子曰：莫我之也夫。子贡曰：何谓其莫之子也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尤非知之意。孔子道不行于世而不怨天，知天命有穷通；人不己知而不非人，知人事有恶，亦皆由天命。下学而上达，下学，学于通人事；上达，达于知天命。禹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10。下学中求知人道，又知人道之原本于天，由此上达，而知道之由于天命，又知道之穷通之莫非由于天命，于是而名即天人之际，亦以贯之。天人之际，即此上下之间。天命我以行道，又命我以道之穷，是皆天。知我者其天乎？孔子之学先由于知人，此即下学。见达而至于知天，此谓上达。学至于知天，乃叹为天谓之我。本章重在下学两字。一部《论语》皆言下学。能下学，自能上达。无怨无尤，亦下学，然即以是上达之真。孔子反己自修，循序渐进，以致其知。知越深而怨犹自去，寻至于无人能知为天独知之一境。故圣人于人事能结其中，于天命能尽其性。圣人之学，自常人视之，若至高不可攀，然亦本实是之意所必有之中性，而又好学以达此境。故下学实自中性始。不忠不信以为学，终无逃于为小人之下达。至于舍下学而求上达，昧人事而异天命，亦非孔门之学。深读《论语》者可自得之。本章孔子自述为学，及平时，又及高远，学者恐不易逮名。能在心中常存此一境，而审前反复于《论语》之全书，孰乎有一日可望见其有所卓然之处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没有人能知道的我了吧？子贡说，为何没有人能知道的先生呢？先生说，我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只在下处学，见向上处达。知我的，算只有天了。现问篇第14。411。38。公伯僚诉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曰：夫子固有惑至于公伯僚，无力犹能四诸事朝。子曰：道之将行也与命也，道之将废也与命也。公伯僚其如命何？公伯僚，公伯氏，辽民，鲁人。或说一孔子弟子。诉子路，诉进谗言。子服景伯，子服氏。景义伯字。鲁大夫子服和。夫子固有惑至于公伯僚，此句有两读，一读于有惑至断。此下四字连下句，一读至公伯僚为一句。夫子指季孙，言其受惑于僚之谗言。四诸事朝，四者杀其人而成其师。大夫失于朝，士失于事。公伯僚是事，当失于事。此处是朝连言，非兼指。景伯言无力犹能言于季孙，明子路之无罪，使季孙之僚之枉诉，然后将诸僚而四诸事也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，若道将行，此是命，僚之诉中将不入。若僚之诉的行，是道将废，亦是命，与僚无关。孔子言此，以小景伯，安子路，而景伯僚。本章当与上章不怨天不尤人合参。人道之不可为者谓义，天道之不可争者谓命。命不可知，君子为当以义安命。凡义所
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12。不可，即以为命所不有，故不得于命，犹不失无益。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处，使谓之命，故必尽智力以争。君子则亦准于义，虽力有可争，智有可图，而义所不可，即斯谓之命。孔子之于公伯僚，未尝无景伯可视；孔子之于卫青，亦未尝无弥子瑕可怨。然循此以往，终将无以为孔子。或人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如此等处，却似之有可为而不为，此亦学者所当细参。白话释义：公伯僚阐述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，说季孙听了公伯僚阐述，已对子路有疑惑，但我的力量还能把此事向季孙陈说清楚，使季孙杀了公伯僚，把他陈尸于市。先生说：道若将行，这是命；道若将废，亦是命。公伯僚如何挽得过天命呀？39。子曰：贤者辟事，其次辟德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辟即弊。贤者辟事，天下无道而隐，如伯夷、太公是也。辟德为去乱国，是治邦。闭塞者，礼貌衰而去；辟言者，有为言而后去。辟的以下，三言其次，故不以优劣论。即如孔子，欲乘浮浮于海，欲居九夷，是欲避世而未能。所谓次者，就避之深浅言；避世，避之由深者。避的以降，见不欲避，至亦平。现问篇第14。413。心亦苦，我非斯人之徒与，而谁与？故不以能决然避去者之为贤之尤高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贤者必去此事；其次，避开一地，另居一地；又其次，见人颜色不好时避；更其次，听人言语不好乃避。40。子曰：作者欺人矣。本章就本连上为一章，诸子因其别有子曰字，分为2章。然人当连上章谓说，作者如见己而作，为起而必去。此欺人无主名，或指孔子以前人，或指孔子同时人。此乃孔子慨叹世乱，以指痛时人为是。论语记孔子所欲隐士，如常举、桀逆、何由丈人、石门、何刿、夷丰人、狂皆于是的欺人之术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起而必去的，已有欺人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14。41。子路宿于石门。城门曰：西字。曰：字孔氏曰。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。石门，地名，见春秋。或说曲阜凡12门，其南第2。门曰石门，乃外城门。考本章情事，当从后说。城门，主守门，城夜开闭者，失其名。西字，谓自何方来？本章当是孔子周留在外，使子路归视其家。府邸城，以薄木门闭，遂宿郭门外。诚心而入，门者亚其早，故问从何来。子路答自孔氏。盖孔子鲁人，人尽知之，不凡举名以告。城门曰：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，正见孔子时必在外。若以席驾于诸寺之上，则门者不复作此言。此门者盖亦隐士，知是之不可为，而以讥孔子；不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，正是一种知命之学。是不可为是天意，而我知不可不为，则人是天意。道之行不行属命，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。孔子下学上达，下学即行道，上达斯之命矣。然城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，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，
思其之皆不可及。白话释义：子路在石门外宿了一宵，黎明即赶进鲁城。守门人问他：“你由？”宪问篇第14。415。何方来？子路对道：“自孔氏来。”守门人说：“嘎，那人呀？他是一个明知干不成而还要干的人呀。”42。子吉庆于魏，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？曰：有心哉！吉庆乎？继而曰：彼哉！坑坑乎？莫己之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则利，浅则皆。子曰：果哉！莫之难矣。吉庆，庆，乐器。何愧，愧，草气，以胜土。何，担负义。有心哉！吉庆乎？此何愧者，意义隐士。过孔子之门，闻乐而知心，知其非常人矣。坑坑乎？坑坑，实身，象奸确义。孔子吉庆，其身奸确。何愧为其不随事宜而通变，故曰彼哉也。思己而已矣，思己之己独如己。何愧之意？人既莫己之，则守己即可，不必再有益于为人。深则利，浅则皆。此谓风暴有苦业之师。利字易作，利履石渡水也。或说利以衣涉水，为水深，解衣持之，复带以涉。古人别有涉水之衣以避下体，是乃涉如鲲也。今按衣则非鲲。以衣涉水，亦非解衣而复带之谓。当以利自解之为是。接着以手牵长过水，水深过膝，则须利；水浅在膝以下，则只须接。此讥孔子人不己知而不知止，不能视浅深之宜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16。果哉，莫之难矣。果，果决矣。莫，无益。为此何愧者果？决于忘事，则亦无以难之。此所谓道不痛不相为谋。孔子心存天下士道，与何愧者心事不同，一心不能同解，则复何说以难比？或曰：此难自是难易之难，谓若果于忘事，则于事无所难。然句中之字应指何愧，当从前解。或说庆生古以为乐节，如后世之用拍板，其响戛然，非有余韵可写深长之思。且庆无独集，必与众乐俱作。此盖孔子与弟子修习雅乐，夫子自吉庆，何愧以为明王不作，礼乐不兴，而犹修习于此，谓不达于时。今按与弟子习乐，不得谨言吉庆。古有特庆边庆，边庆16枚共一损句，孔子所及或是，不得谓盘无独集，或说了殆不可从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在魏国，一日正吉庆，一人担着草器在门外过。他说：有心啊，这庆生呀。过了一呼又说：比极了，这样的坑坑。然意志坚确，没人知的你，便只为你一己也罢了。水深，履时而渡；水浅，皆长而过。哪有定准呀？先生说这人太过绝了，我没有话可驳难他。43。子张曰：书云，高宗亮阴3年不言，何谓也？宪问篇第14。417。子曰：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计以听。于种载3年。书云：见尚书无益篇。高宗亮阴，高宗商王武丁。亮阴自幼作梁案，天子居丧之庐，一梁之己而无营柱，毛垂于的，从旁出入，曰梁案。后代僧人所居曰安，即案也。以其言者的而无有，故曰案；以其草覆而不开户宇，故曰掩。其实义也。君薨，薨，卒也。
百官总计以听于家载3年，总计者总9己职，各听于种载3年，故四君的3年不言及政事，非谓闭口无所言。本章乃言3年之丧，子女之身3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，故父母卒，其子女能3年不忘于哀思，思未孝。儒家言3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庶人身世简单，时有哀思，有所不防。天子总理天下，1日2日万几，不能常哀思及于已亡之父母。然政权事小，人道事大，故政权而丧人道，人道既丧，政权亦将不存。且以不仁不孝之人而总领天下，天下事可知。故儒家言3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者，其重在天子，乃言天子亦由庶人，不可不有3年之丧。既3年常在哀思中，即无心在理大政，则唯有将政权交之家种。后世视政权如私产，不可一日放手，此与儒家亦大悖。孔子为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，言外生慨于进士之不然。至于古人之有此，或别有说，不如儒意之所生，则于此可不申论。或曰：四主伪君道以生子道，百官进臣职以臣相职，此忠孝之相承。周公复以朝诸侯而流言起，则此至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18。不得不变。故康王臧必遂即位，是3年之丧，不行于西周之初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道：尚书上说，高宗亮阴3年不言这是实魔？意思呀？先生说，何必定是高宗呀？古人莫不这样。前王死了，朝廷百官便各自总9己职去听命于家种，共历3年。44。子曰：上好礼，则民易时也。礼之要在敬，在和。上好礼，能自守以敬，与人以和，在下者化了之，以易使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在上位者能知好礼，在下民众就易于使命了。45。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修己以敬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人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并诸。宪问篇第14。419。君子，此君子指在上位者。修己以敬，即修己以礼也。礼在外，敬其内心。修己以安人，人与人相处，己不修，如何安人？就一家言，一己不修，一家谓之不安。就一国与天下言，在上者不修己，即在下者无得安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安人之人，指政府百官与己接触者言。百姓指社会群众与己不相接触者言。一己不修，即政府群僚皆谓之不安，连及于天下众庶亦谓之不安。人道莫待于能相安，而其端自安己始。安己自修敬始。孔门本人道论政事，本人心论人道，此义一以贯之，一古今通义。尧舜其犹并诸，并苦其不足。论语又云：君子笃公而天下平，笃公即修己以敬。天下平，即百姓安。今试问一人笃公，遂可以平天下乎？故曰尧舜其犹并诸。尧舜上贤有不能，自尧舜以下能笃公，能修己以敬，其遂能使百姓安而天下平。子路屡问如斯而已乎？正以仅此之不足。然是故无己不安而能安人者，亦无己不敬而能敬人者。在己不安，对人不敬，而高居人上，斯难为之下矣。孔子所言，玄之千百世之后，将人见其无以义，此所以为圣人之言。故欲求百姓安，
天下平，唯有从修己以敬始。至于百姓之不敬安，天下之不敬平，尧、舜有以此为病。孔子甚推尧、舜，而《论语》言尧、舜其有病之者凡二件，则人力有限，所以君子又贵乎之命。白话释义。子路问：在上位的君子，该如何使得雅？先生说：把敬来修己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20。子路说：这样就够了吗？先生说：修己可以安人。子路又说：这样就够了吗？先生说：修己可以安群众。若说到安群众，就连尧舜也还怕力量不足呀。46。元攘疑四。子曰：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树焉，老而不死，是谓贼以杖扣其颈。元攘，鲁人，孔子之故人。疑四，古人两膝者的而坐于足，与跪相似，但跪者直身，臀不着踝；若足底着地，臀后垂，竖膝在前，则曰踞，亦曰蹲。臀坐的，前伸两脚，形如鸡，则谓鸡踞，夷即蹲踞。古时东方夷俗作如此，故谓夷。四，呆役。疑四，谓踞蹲以呆，不出营，亦不振作。无术，术称术役。人在幼年，当知训惕；既长，当有所称术以教导后进。老而不死，此等人无益于事；老而不死，则是偷生。相传元攘习为吐故纳新之术，从事于延年养生之道。孔因《论语》此言而复议之，是谓贼。贼，偷生矣。扣其颈，膝上曰骨，膝下曰胫，以其踞蹲，故所扣当其颈。此乃相倾遐，非他之。宪问篇第14。421。今案李杜详密，遗文繁复，积久人厌，元攘之流沉衰而起。即在孔门、秦章、曾皙、穆皮，皆称狂士。若非孔门讲学，孔王、何、姬、阮，即出于春秋之末矣。庄周、老辽之徒，终于种生不绝。然谓元攘乃老士之流，则非。白话释义。元攘蹲着两脚不坐不起，以待孔子之来。先生说：年幼时不守训惕之礼，年长了又亦无称术来教导后辈，只是那样老而不死，这等于如人生中一贼说了把手中所业杖扣及他的脚颈。47。却党童子将命。或问之，曰：义者与？子曰：无见。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义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却党童子将命，古者500家为党，此党名阙。或说阙党，即阙礼，孔子就礼。童子，为官者之称。将命，为传达宾主之辞命。亦说孔子使此童子将命。或曰：此童子为其党之人将命而来孔子之门。义者与？或人见此童子能为宾主传辞，幼年敏慧，因问此童子是否有长进之望。义，长进义。义者与？问辞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22。居于位，古礼，童子当于坐，无席位。此童子不知让，乃与成人长者并居于位，与先生并行。先生者，先我而生，指长辈言。童子当随行。此童子乃与年长者并行，不差在后，亦是不知让。欲速成，孔子谓此童子心中无求长义之意，只求速成，望快像一大人。此章与前章未类记。孔子于故旧，则言以诲之；于童子，乃宽以假之，不拘一格。而孔子平日一番轻松和悦之气象，亦随此可见。或曰：孔子举其所目睹，正其非有志于求义。
若使此童子在孔子门，孔子安有不教而听其自纵？故上文不曰子使童子将命，而曰却党童子将命。或曰孔子使之给使令之意，欲其官长少之序，习衣训之容，盖所以义而教之，非宠而易之。此见孔子之教育精神虽在流露，涵养之功，待比造化。今按后说亦有异，不如从前说。白话释义：却党有一童子为宾主传命。有人问道：那童子渴望长进吗？先生说：我见他坐在成年人的席位上，又见他和前辈长者并肩而行。那童子并不想求长进，只想速成一个大人呀。423卫灵公篇第15。1. 卫灵公问臣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祖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。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，明日遂行。在臣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运见曰：君子亦有穷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穷。小人穷，斯滥矣。问臣：臣今作政，为兵正军事。祖斗、礼器，故以胜时。明日遂行，谓灵公无道，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，故孔子去之。从者病，莫能兴。从者指孔子弟子。兴，起义。因伐时，恶不能起。子路运见，此有两解：一是心中运意见于颜面，一是心怀运意而来见孔子。子路之运，盖运于君子而进有道穷之时，更运于如孔子之道而进亦有穷时。此天意之不可测，子路尚未能进于孔子之命之学，故运。君子固穷，穷者穷于道，故自有两说。一，君子固有穷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24。10。又一说，君子穷则易固，虽穷，能守其道不变。按文义当从前说，后解可从下文滥字义反映而得。小人穷，斯滥矣。滥，如水放逸，四处横流，漫无轨道。小人滥则无守。君子虽穷，能不失其守。白话释义：卫灵公问孔子兵政之事。孔子对道：礼乐祖斗之事，我是学过的。军旅之事，我却没有学明天，遂离去魏国了。在臣绝了粮食，从行的弟子们都饿病了，起不来。子路心怀不悦，来见孔子，道：君子也有如此般穷的吗？先生说：是呀。君子固亦有穷时，但小人穷，便放滥横行了。2. 子曰：次也。女亦与未多学而视之者与？对曰：然。非与。曰：非也。与亦以贯之。多学而视，是记忆。孔子常教弟子博学于文，弟子遂疑。孔子当是多学而记事在心者，故孔子是以此为问。然，非与，与疑问词同亲。子贡出答曰：然，随即自疑。因复问，亦以贯之，贯穿义。亦以贯之，如孔子言诗曰：诗。300，亦言以蔽之，曰：斯无邪。言礼曰：礼，与其奢也。卫灵公篇第15。425。明简又曰：殷因于下礼，周因于殷礼，虽百世可知此等，皆所谓亦以贯之。为诗礼之上，有贯通此诗礼者。多学，即由言下学。一贯，则上达矣。上达自下学来，一贯自多学来。非多学，则无可贯。如云：文武之道在人，贤者视其大者，不贤者视其小者。夫子焉不学视其多学？又曰：文不在兹乎？则又亦以贯之矣。故求一贯，须先多学。多学当求一贯，
不当专务多学而仕，亦不当于多学外别求一贯。本章亦以贯之，与孔子告曾子章亦以贯之，两章之字所指为不同。告曾子是无道，亦以贯之，之指道。本章告子贡多学，亦以贯之，之指学。然道与学人当亦以贯之。道之所的本于学，学之所求即在道。学者当由此两章在深求孔子一贯之意使得。为孔子告曾子者其意深，告子贡者其意浅，因孔子之言而可以测曾子、子贡两人所学之深浅，则殊未见其诚然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次雅，你以为我是多学了而一一记在心的吗？子贡对道：是呀。遂又说：不是吗？先生说：不是的，我是在此多学中有个一来贯通着的。3. 子曰：由知得者先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26。此章就说多疑为子路温见而发，然有告子贡多学一章间断，自不当通为一时事。此章只是孔子告子路，言之得之人难得。得必修于己而得于心，非己之时有之，则不能知其意谓之深长，故知者先也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有雅，对于得知道的人太少了。4. 子曰：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？夫何谓哉？供给正难，面而已矣。无为而治，任官的人即不轻劳于事。供给正难面，公以自守，难面往朝，群贤分职，己止养成。舜臣尧后，幼的贤，故犹不见其有为之机。孔子屡称尧、舜之治，又屡称其无为，其后庄、老成儒家义而推之亦远。其言无为，与儒义字不同，不得为。论语言无为，乃成之老子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能无为而治的，该是舜了吧？他做些什么呢？指自己。卫灵公篇第15。427。恭恭敬敬、端正地站在南面天子之位就是了。5. 子张问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于则见其以于恒也。夫然后行。子张书诸身。问行。子张问行，由其问答，盖问如何而能所行如意。行、笃敬、忠、信、笃、敬四字分列，笃后实义。如君子笃于亲。蛮貊之邦，蛮在南，貊在北，皆异族。蛮貊之邦可行，思辨天下皆可行。周礼5家为陵，5陵为礼，5党为州，2500家。周礼近处，文化风教相同；蛮貊远，文化风教相异。参于前，此参字或训直，参于前，由云相直于前；或训累，由云积累在前。若作参欲解，则不得云参欲在前。今从类义，以于横，车前横軛，于车厢。在车厢之内，则见此中信敬笃；若已在车前横軛，言无实不如或见之。夫然后行，忠、信、笃、敬，故可以行乎天下。然必于此念念不忘，随所在而若常见之，不请客离，然后一言一行，莫非忠信笃敬，乃是有验。此乃功夫无间断，积久所致。若朝如此而系求效，一日有之而望终身收其果，则亦无可行之理。书诸身，大代之垂下者。以孔子与书身，欲其随身记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28。诵而不忘。本章子张所问意在外，孔子教之使反就己身，此即宋儒所谓鞭辟敬礼之教。
白话释义。子张问道：如何使可向外行的通？先生说：只要说话能中性，行事能笃敬，纵使去到蛮雕之邦，也行得通。若说话不忠不信，行事不笃不敬，就使尽在周礼，行得吗？要立时相看见那忠信笃敬类类在前，在车厢中相看见那忠信笃敬如倚靠在车前横木般。能如此，自会到处行得通了。子张把这番话写在他随身常束的大袋上。6. 子曰：直哉始于！方有道，如始；方无道，如始。君子哉渠伯玉！方有道，则仕；方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始于谓大夫，名丘。如始，言其直。始行直前，无欠回。卷而怀之，卷收益，怀葬益，言可收而藏之。白话释义。卫灵公篇第15。429。先生说：始于可算得直了。方国有道，他挺直的像一支箭向前；方国无道，他还是挺直的像一支箭向前。彭伯玉可算是君子了。方国有道，便出世；方国无道，他可收来藏起。7. 子曰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之者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本章有两义：一是君子之贵于言，言贵而后道重；轻言，则道亦随之而轻矣。又一说，君子贵是人，不是人，则将失言，然亦有恐于失言而遂致失人者。人才难遇，当面失之，岂不可惜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可和他言，而我不言，则失了人；不可和他言，我和他言了，则失了言。唯有知者，能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8. 子曰：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仁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30。生必有死，死非孔门论学所重。孔门论学所重在如何生，既知如何生，自知如何死。知有不该求生时，自知有不必杀生时。杀生成仁，亦不惜死往生。所重人在如何生。孔子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然应有3人，亦非必尽如比干之干刀具鼎，或使未成人。舜禹为名誉大灾，汉大患，亦及人。有志求人者，于论语，此章当善加体会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治世仁人，没有为求生命安全而宁愿妨害人道的，只有宁愿杀生来完成那人道。9. 子贡问为人。子曰：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士邦也，是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人者。公无利器，不能善其业；由人无才德，不能尽其人。器不自立，必经磨砺，亦如人之才德，必是贤有人，然后的所切磋熏陶而后能成也。仁者，人与人相处之道。仁德必于人群中磨砺熏陶而成。有其德而后可以善其事，由工人之必有器以成也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为人之方。先生说，工人欲完善他的工作，必先快利他。卫灵公篇第15。431。的器具。居住在此国，便须奉事此国中大夫之贤者，并须与其事之人者相交友。亦灵。颜渊问卫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时，乘阴之路，服周之冕。乐则少武，放正身，远佞人。正身迎，佞人待。问卫邦，卫创制义，盖制作礼乐，革命新兴之意皆含之。
与普通问治国之方有变，观下文孔子答可知。行夏之时，古历法有夏正、殷正、周正之分。夏正即今之阴历，殷正以阴历12月为正月，较夏历差1月；周正以阴历11月为正月，较夏正差2月。今仿欧美用阳历，略在冬至后10日改岁，由周正。阴历合于农时，今亦谓之农历。孔子重名士，故主行夏时。成阴之路，此路字亦作路。天子所乘车曰路。周至有5路，玉、金、象、革、木，并多文饰，为木路最直宿。木路、阴路。古人日用器物，为车最贵。孔子主乘阴路，上直也。夫周之冕，冕祭服所用之冠，其制后高前下，有尼服之形，因名冕。周礼有6冕，以分服者之等次。其物小而在上，虽华不为靡，虽贵不及奢。孔子主服周冕，即上文之意。乐则少武，孔子论乐独称少武。古称韶谓顺乐，武则周代之乐，而夏因不与焉。孔子又言：韶敬美又敬善，故主用韶武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32。此言乐，武者乐之臣。或说，则自由取法义，为乐当取法于韶。然以则谓虚辞，文理更圆。放正身，远佞人。正身淫，佞人待，生过于乐曰淫。乐之。五音12律长短高下皆当有节。正身弥漫幻渺，诗中正和平之气，使听者导欲增卑，审逆而忘返，故曰淫。放，尽绝意。待，为待意，佞人以口才辩乱是非，与正身皆易使人心惑，当加以放远禁绝。或说此章当是颜渊论实录等项，孔子因其问而逐项答之。记者魂括所问，但曰问未邦，于是遂若班一例，乘一车，带一官，奏一部乐，而以尽治国之道，是无此理。今按如惑者之说，颜渊又何谓而专问班一例，乘一车，带一官，奏一部乐，全成零碎节目，而更不问治国大道？即此可知或说之非是。盖颜渊所问，自是治国大道。孔子所答，主要不外重民生，兴礼乐，乃所谓父之教之。礼有直文之变，乐有淫正之分。孔子推本之于夏、商、周之4代，而谓之斟酌调和，求其尽善尽美。此所谓从周而往，百事损益可知。颜渊闻义之时，岂诚如惑所疑，只是班一例，乘一车，带一官，奏一乐而已乎？孔子常曰：如有用我者，我其为东周乎？当孔颜之时，正宜革命新兴之时。孔子此章所以告颜子，正其平日梦见周公与我其为东周乎之理想抱负所在。今据孔颜之时已于2500年，若使孔子生今世，复有如颜子者问以未邦，孔子当何以未答？孔门人礼并重。颜渊问仁，主在修己。此章问邦，则偏于礼，主在治人。此后孟子善言仁，荀子善言礼，然距今已逾2000载。卫灵公篇第15。433。所言亦未必亦何时宜？孔子曰：好故敏以求之。又曰：语义以贯之，若读此章，不知敏求一贯之意，则《论语》以外，可不再从事于汉、唐、宋、明历代之探求。有所探求，亦仅博闻，而无以贯之，此非所以学孔子。白话释义：颜渊问魏国之道。先生说，推行夏代的历法，成殷代的车，代周代的冕，乐武则取法于舜时之韶，并该放弃正身，远绝佞人。因正身太淫，而佞人太为代了。意一。子曰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
此章远近有两解，亦以地言，人之所履，戎族之外，皆若无用而不可废。故虑不在千里之外，则患常在几席之下矣。亦以实言，凡事不作久远之虑，则必有日尽请败之忧。两解皆可通。依常义，从后说未允。为所谓远虑者，乃正谋，非私计。如古人借蓄财多害，蓄财肆意为远虑，实则非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人若不能有久远之虑，则必然有朝夕之忧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34。1、2。子曰：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此章与子罕篇所记同，多以矣乎三字。或曰：以矣乎者，叹其中不得见。又按孔子论学美言好，如言好德好人好礼好义皆好也，好色亦好也。有志于学者，当先辨己心所好，此意志深长，不可不擅自反省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罢了吧，我未见过好德像好色的人呀。义3。子曰：臧文仲，其妾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妾位，居位而不称，如盗取而窃据之。柳下惠，是斩，名获，自秦，亦自济。柳下或谓是其实义，或谓是其居处，惠其私事。不与利，谓不与并立于朝。或曰：利即位字，不与利即部。卫灵公篇第15。435。与谓。本章当与。现问篇公书文子章何读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臧文仲好算是偷窃官位的吧？他明知柳下惠之贤，但不能举荐他，和他共立于朝。疑4。子曰：公自厚而薄则于人，则远怨矣；则己厚，则人薄，可以无怨尤。臣能言于自治，亦复无暇责人。就解此怨为人怨己，亦通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对自身督责严，对人督责轻，便可避远自心的愿望了。义5。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36。如之何如之何者，熟思审处之词，莫犹无益。其人不知熟思审虑，虽圣人亦无如其人何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从不说如之何如之何的人，无益就无如之何了。408。16。子曰：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！群居不以善道相切磋，终日言不及于正义，专好逞其小才之，小聪明，难为人，亦难为群。或曰：孔子此言，乃为当时之学校发。当时学校详情，今已不可知。亦群居不限于学校。孔子此言，立事如剑，坏人才，害世道，其并非小，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相聚群居，终日不散，言谈不及道义，专好逞使小聪明，卖弄小才之，这真难了。卫灵公篇第15。437。义7。子曰：君子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直，实直。君子以义为其行事之实直。下三之字指义，义指事。行之须有节文，出之须以训让，成之则在诚信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把义来做他一切行事的本质，又把礼的节文来推行，把谦逊来表达，把诚信来完成，这样才真是一个君子呀。义8。子曰：君子并无能焉，不并人之不己知也。赐之达，由之果，求之义，皆能也。
学以成德，亦必各有其能。贵德见能，非孔门之教。人知之于己，亦知其能耳。故曰：如获之耳，则何以哉也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只愁自己无能，不愁别人不知道自己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438。义9。子曰：君子及没事而民不称焉。没事由没生，谓其生之没。称，举义。君子学以为己，不误人之。然没事而无名可举，则君子及之。盖民以举时，人之一生，不过100年，死则与草木同腐，焉乎随化，一切不留，为民可以传世。故君子以容民为宝。民在而人如在，虽隔千百世，可以丰仪如生，居犹增人楷目，请可以成想象。不仅称述尊养，光荣甚于生时。此亦君子爱人垂教之深情厚义所寄。故名亦孔门之大教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此名而已。事不重名，则人尽趋利，更无顾虑矣。或曰：名不称，乃生闻过情之意。然生时可以一服民，矫须臾，及其死，千秋论定，岂能长此生闻过情？此乃人道之至公至直，无利可争。宋儒教人务实，而受道，视之影响，不免轻视身后之民，故以生闻过情说此章。然借好名而过，亦可以伤世道，坏人心，不可不辩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君子恨他身后生民之不传。卫灵公篇第15。439。20。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君子非无所求，为必反而求诸己。虽不病人之不己知，亦恨没事而民不称。虽恨没事无名，而所以求之者，则人在己。小人则勿求诸人。故为道干预无所不至，而促得没事之恶名。以上3章，一时相足，故编者牵连及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一切求之于己，小人一切求之于人。21。子曰：君子精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精，庄敬自持，然无乖戾之心，故不争。以道相处，以和相聚，故必有群，然无阿比之私，故不党。精不失己，群不专己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只是庄敬自守，但与人无所争，只是何惧有群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440。但亦不结党。22。子曰：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有言不必有德，故不以言举人。然亦不以其人之无德而废其言之善，因无德亦可有言。此章君子只在上位者，然亦可通之人人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君子不专因一人的说话来举荐那一人，亦不因那一人行事有缺，连他说话也全不理。23。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古人称一字为一言，求能终身行之，则必当下可行者实事。若人自固当终身行之，但不能当下即事。子曰：吾欲人思人志，此以心言，不以行言。人之为道，非多撮可计，只一数字。卫灵公篇第15。441。当下便可完成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骤看若消极，但当下便是，推此心而人道在其中，故可终身行之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道：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它的呢？先生说：怕只有一个数字吧。
你自己不愿要的，莫把来施给别人。24。子曰：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欲？如有所欲者，其有所是矣。思明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吾之于人，此至与吾同生之人，如下言思明。谁毁谁欲，此具有两解：一是不加毁誉，一是毁不枉毁。欲不须欲。观下文如有所欲据，从前解为是。其有所是矣。孔子若有所欲于人，必其人先有所是，却有正验可欲。思明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思明即今世与吾同生之民，今日之民，亦即自古三代之民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谓三代之直道即行于当时之民，亦谓即以当时之民而行思直道。积三代之久，而知民之所毁誉，莫不有直道。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莫不誉，梁、封、幽、厉莫不毁。就其毁誉，可以见直道之行于思明矣。故直道本于人心之大功，人心有大功，故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42。我可以不加毁誉而直道自见。孔子又曰：人之生也直，望之生也信而免人，乃赖直道生。彼望人者，亦信赖直道而免耳。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有所是而欲之，成人之美也。毁其人，则成其恶矣。故虽还追、公伯僚之徒，孔子皆无毁焉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褒贬与夺亦如其时，然乃即是以明道，与愚人有毁誉不同。善可先褒，恶不欲抵，故孔子忠于人无毁也。或谓毁誉所以见直道，不知直道自行于思明，故可不反我之有毁于人。观此章，见圣道之宏深，然亦岂相怨阿世者之所得而借口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对人，哪个是我毁了，哪个是我欲了的呢？我若对人有所欲，必是其人已确有所是，见之于实的了。这人呀，即是三代以来全社会一向有直道流行其间的人呀。25。子曰：吾犹及使之确闻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。夫使之确闻，一说史官记载，有疑则确；一说使者掌书之力，欲字不知，却之呆问，不忘以己一别写一字代之。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一说如子路车马与朋友共。一说马，卫灵公篇第15。443。不调量，借人弗习之。借，犹极义。借人之能以弗习己马也。使确闻，以呆问。马不能御，借人之能代己调服。此皆谨笃服善之风。亦属书，亦属喻。孔子举此为学六艺者言，即为凡从事于学者言。孔子早年犹即见此二事，后遂无之，一举以成事变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犹看到官文书上有空缺的字，又有马的借人乘用，现在这些都没有了。26。子曰：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巧言吝啬先以仁，则巧言足以乱己德。小事不能忍，如妇人之仁不能忍其爱，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愤，足以乱大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巧言可以乱人之品德，小处不能忍，可以乱了大计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44。27。子曰：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或有特立独行，亦有为大义貌不提而遭众恶者，亦有为道以邀喻，矫情以吊民，而获众好者。众恶众好，其人其事必属非常，故必加审查。白话释义。
先生说，人人都厌恶他，必得仔细审查；人人都喜好他，也必得仔细审查。28。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弘，扩大之意。道，指人道。道由人心，亦由人行。自有人类，始则浑浑噩噩，久而志得日沉，文物日备，斯即人能弘道。人由始生，见志长大，学思亦激亦进，才大则道随而大，才小则道随而小。中庸云：既不至德，至道不宁焉。此言非有大德之人，大道亦不在其身凝聚。此亦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。若道能弘人，则人人尽成君子，事事尽是至平，学不弊。卫灵公篇第15。445。讲德不必修，作呆道弘矣。此章亦极简明，而最直深思。习乎后之学者，不能于此章真切体悟，其说资心，而人之弘道之力，因亦未能大有所发挥，寻可憾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能弘大道，道不能弘大人。29。子曰：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人道日新，过而能改，即是无过。唯有过不改，其过遂成。若又加之以文士，则过上天过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有了过失不改，这才真说的是过失了。30。子曰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46。人必生于群，必于群中而使成其为人。故学非一人之学，道非一人之道，亦必于群而使有学有道也。群亦非一日之群，自远古以来，久有此群，久有此人矣。故人必学于人，犹必学于古之人，使获之道。学如日，近居而独思则如火。舍学而思，譬犹去日之明于庭，而就火之光于室，可以小见，不可以大知。故君子贵乎乐群而近学，不贵离群而独思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曾尽天不吃，尽夜不睡，尽自思量，总是无益，不如向人学问的好。31。子曰：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馁，恶意。耕以谋食，亦有饥饿之患；学以谋道，亦有禄世之祸。或说，此章君子只为言。董仲舒所谓惶惶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君子之事；惶惶求财力，常恐贬罚者，小人之事。若进士耕入，从事于学，亦将于何的时？然谋道自可兼的时，谋食亦不害兼谋道。若使一群之人皆近于谋食，不知谋道，由于无道，亦且忧馁。若使一群之人尽知谋道，不专忧贫，岂转不能得时？故知本章诚意，使其人人能成为君子。卫灵公篇第15。447。不谓在上位斯为君子，在下位则必为小人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只计谋于道，不计谋于食。耕田也有饥饿时，学道也可得禄时。所以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，不忧贫不得时。32。子曰：知极之，人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极之，人能守之，不庄以立之，则民不敬。知极之，人能守之，庄以立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本章言治民之道。知极之人守之两之字，指治民之道言。知极之者，知足以知极此道也。然既非此心之人能真在于民，虽知此道，终不能持守不失。
此下庄以立之之字指明言。虽知至明之道，虽此心之人足以持守之，既非灵明以庄，则民将不知进往灵也。若能知能人，能庄以灵明，而动之不以理，此之字亦指明，灵在其名，必有所鼓舞作心之，此之谓动其名。动其名必以理，理者节文秩序之意。不知有节文，不能有适宜之秩序，亦未得为善也。故本章11之字当分指明与治明之道言。立之动之3之字指明，此外8之字指道。如此使见文从字顺。或谓11之字皆指明，则知及于明人守其名谓不辞。或说之指君位，则更不可解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48。本章4节，逐步切实，始末次第，自然明备。既以常情测之，将未动之以理为最易，而知之能及为极致。喜高明，乎平时，非孔门之教。颜子曰：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曰礼斯止于至善矣。学者其细玩焉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在上位者，他的知足以知道此道了，若其心之人不足以守，则虽知得了，仍然必失去。知得了，其心之人也足以守之不失了，但不能庄敬以灵立其名，则其名人将慢其上而不敬。知得了，其心之人又足以守，又能庄敬以力往其名，但鼓动心作，运使其名时，若没有了理，仍还是未善。33。子曰：君子不可小之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之也。一事之能否，不足以尽君子之所运，故曰不可小之。任以天下之众而太乎绰然其可任，故曰可大受。小人非无一才之长可资气使，但不可任以大事。知者言其备之于人，受者言其能受于己。此言之人之法当观于大，若以小节，小人有时将转胜于君子，而君子或隔于无用之地矣。能知人，然后能用人。论语言君子小人有对反而言者，如君子上达，小人下。卫灵公篇第15。449。答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之类。故此种小人，则卑污以胜，而己于恶矣。亦有相较而言者，如何同章、交太章、求人求己章及本章之类是也。此种小人，非必卑污以胜，此亦学者所当申辩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君子不可从小处去赏识他，但他可接受大任务；一个小人不能接受大任务，但可于小处被赏识。34。子曰：民之于人也，胜于水火。水火，无见导而死者，以未见导人而死者也。此章免人谓人语。人生有赖于人，尤胜于其赖水火。导水火，有时可以杀人，然未有导人道而陷于死者，则人何啖而不为人？或宜杀身成人，此非导人而死乎？不知此乃正命而死，非人有杀身之道也。庄周姬以身训民，此则为身之见，而不知身之有赖于人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生有赖于人，尤胜其有赖于水火。吾只见导火导水而死了的，没见导人而死的呀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50。35。子曰：当仁不让于师。当仁，当字有两解：一，直义，谓直为人则不让；二，担，当义，由云人以为己任。两义可互通。然云任人，似贤不辞，今从前解。不让于师，就解皆训师为师常义。
言直当行人，即当勇往直前，既非出于真，自亦不避让。故求道当尊师，行道则无让师之意。今按师之与我，虽并世而有先后，当我学成得力之时，而师或不在，以此师自当训众。盖人行善举，众皆当任，人各相让，则谁软任此？故欲众所当行之事，在己犹当虑先不复让。当人不让，即是见义勇为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若欲行人之事，在己即当率先向前，莫让给众人为之。36。子曰：君子真而不量。真者，存于己而不变；量者，求信于人。真自可信，不呆。卫灵公篇第15。451。余量。孔子常曰：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义之与彼。义之与彼，真也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则匹夫匹妇之为量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只固守正道，不拘执小信。37。子曰：事君，尽其事而后其实。尽其事，先尽己之心力于所人之职，后其实，实路也。尽职为先，实路为后，此乃事君之道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事君之道，先当尽守职事，把实路之心放在后。38。子曰：有教无类。人有差别，如贵贱、贫富、智愚、善恶之类。唯就教育言，则当因地因材，耶而尽之，感而化之，作而成之，不复有类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52。孔门父如冉有、子贡，平如颜渊、袁思、孟懿子谓鲁之贵族，子路谓卞之野人，曾参之鲁、高柴之虞，皆谓高帝弟子，故东郭惠子有夫子之门和其杂之疑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只该有教化，不再分类别。39。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孟子言语，既言子同道，又云曾子、子思同道。君子亦有意见行机之不同，然同于道，则可相与谋。唯与小人贼盗者，有善恶邪正之分，斯难于相谋矣。或说，道指术业，如是与欲，各经其事，不相为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个人道路不同，便无法互为谋虑了。40。子曰：辞，达而已矣。卫灵公篇第15。453。辞，指辞命。列国邦交，奉使者主要在传达使命。国情的达，即是不辱君命。或说，辞指文辞，主在达意，不上赴宴之功。然孔子时，尚不以着述文辞立教，今从前说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奉命出使，他的辞令只求能传达国家使命便够了。41。师免见，即接。子曰：接也即习。子曰：习也。接坐。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师免出。子张问曰：与师言之，道与？子曰：然。故相师之道也。师免，乐师，名免。古乐师皆古者。某在斯，古书称某，或是会不敢名，或是失其名，此乃通言之。云某人，记者略其名，不一一详举也。师免古，故孔子例举在作者以告。与师言之，道与？未请与师言者亦道否？见孔门弟子与孔子一言一动无不诚心审查，故相师之道，相注意。古者古必有相。孔子与师免言，其辞语从容，诚意恳挚，使人于2500载之下有可想慕。在孔子则为相师之道，故应如此而已。然其至诚恳恻之情，则正以见圣人之德养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
454。论语，章指无类可从者多收之篇末，如此章及邦君之7章之属皆是。白话释义：师勉来见孔子，走进阶，先生说：“这是阶了。”走进坐席，先生说：“这是坐席了，待大家坐定。”先生告师勉说：“某人在这边，某人在那边。”师勉出去后，子张问道：“刚才和师勉这般说，也是道吗？”先生说：“对呀，这便是一种辅导古者的道呀。455。记事篇第16。1。记事将伐颛臾。冉有记录见于孔子，曰：“记事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吾乃尔事过与。夫颛臾，习者先望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？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无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周人有言曰：“臣立就列，不能者只为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峡，龟欲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故而近于废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君子及夫舍曰：“欲之而必为之辞。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轻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有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季氏将伐颛臾，季氏谓康子。颛臾，国名，鲁之附庸。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56。有记录见于孔子，二人同为季氏臣，冉求由用事，故先书。下文孔子亦读则之。东盟主蒙山，在鲁东，故名东盟。鲁使颛臾主其计。邦域之中，颛臾在鲁封域之内。或云邦当作封。社稷之臣，社稷由云公讲。是时四分鲁国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、叔孙各取其一，独附庸上隶属于公讲。今季氏又欲取之，故孔子言颛臾乃先望封国不可伐，在封域之中不必伐，是公家之臣，则又非季氏所当伐。夫子欲之，夫子指季孙。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臣立就列，言当继承其财力，度己所能以就位。列，位也。不能胜任则止。或说不成财力，当在就列之后，今不从。焉用比相？相如相鼓之象。鼓者行欲颠为，当由相者扶持。若不扶不持，则何用比相？虎兕出于峡，兕野牛。峡，见义。出，自压而义。龟欲毁于毒中，毒，贬也。以葬龟欲宝物。是谁之过？失虎毁玉，乃典守者之过。二子是于季氏，季氏有失，不能见，亦不得逃其责。故而近于废，故谓城郭顽固。废，季氏私意。舍曰欲之，实是私心欲之，乃必更作他言。君子及于此等之事辞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此两句当作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下文云君无贫，臣上具言。和无寡，安无轻，臣下具言。记事篇第16。457。远人不服，在远之人不服，由来之以文德。颛臾在邦内，其不当用干戈易见。今有与求也，此处先子路，上耻也。分崩离析，分民有一心，崩民欲去，离析不可复合。干戈，干，损，割，己。
萧墙之内，萧之严肃。墙，平也。人君于门数平，臣来至。平而加速进，故曰萧墙。陈朝君在萧墙之内，此指哀公言。亦说其后哀公果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，则孔子之言验矣。亦说孔子为季氏之伐专于，非真忧专于，实忧哀公。直斥其隐，亦是冉有、子路深思之。两说皆通。今从前说，似更调直，前后两忧字意见呼应。伐专于是不输于春秋，待因孔子言而终止。按本篇或以为乃其论，因每章皆称孔子曰，而三有三乐、三乐、三戒、三畏、九思等，行文不与他篇相类，或以本章未可疑。论语即孔子言皆简而直，此章独繁而曲，亦不类。今按论语杂出多首，而上下论之编辑亦非一时。记者既不同，而论而集之之意亦有精粗，下10篇之论定，似稍逊于上10篇，而本篇犹然。然谓本篇乃其论，亦无确据。或曰，记事以下诸篇文体皆与前15篇不类。白话释义。季氏将兴兵伐专于，冉有记录去见孔子，说季氏将向专于用兵了。先生说：“求呀，这怕是你的过失吧？那专于从前先望封他为东蒙山之主，而且在鲁国封域之内，这是鲁国的社稷。”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458。知臣呀，为何要伐他呢？冉有说：“我们那先生要伐他，我们两人都不主张呀。”先生说：“求呀。从前周任说过，先量你的能力来就你的职位，若力不胜任，便该辞去。就如一乡鼓者，倘鼓者临危不抱持，颠跌不搀扶，还用这乡者做石磨呢？况且你的话实在错了。老虎野牛从剑中一出，龟和玉在逆里毁了，这是谁的过失呀？”冉有说：“现在那专于城郭顽固，而又离废甚近，若目前不取，将留为后代子孙之忧。”先生说：“求呀。君子正是极恨那些不肯实说自己要那样做，而偏要另造一套说法的。我听人说过，一个国和一个家，不要愁贫乏，只愁财富不均；不要愁民户寡少，只愁其不相安。财富均了，便没有所谓贫；大家能和睦，便没有所谓寡；大家能安，也就没有倾覆之祸了。正因这样，所以如有远方人不服，只修自己闻得招来他，来了便设法安顿他。现在你们两人帮助季氏，远方人不服，你们无法招来，一国民心弄到分崩离析，你们不能好好把守，却谋在国内动干戈，无怕季孙氏所应忧虑的并不在专于，正在我们国君的门庭之内呀。2. 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兮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5世兮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3世兮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义。”记事篇第16。459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古至非天子不得变礼乐，专征伐，此乃大一统之道。10世兮不失，逆礼为道越甚，则失之越速，自然之事如此，非人力所能强。陪臣即家臣，政不在大夫，言不得专政。庶人不义，上无施政，则下无非议，非前其口实不敢言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天下有道之时，一切礼乐征伐都从天子那边出来；天下无道，礼乐征伐就从诸侯手里出来了。
从诸侯手里出来，大概最多10世，很少能不失掉的。从大夫手里出来，5世便很少不失的了。到家臣来掌握国家的命令，3世便很少不失的了。天下有道之时，政权不会在大夫们手里。天下有道之时，庶人也不议论政治了。3. 孔子曰：禄之去公事，5世矣。政逮于大夫，4世矣。故夫3桓之子孙为矣。禄之去公事，5世矣。为绝禄赏罚之权不从君出。5世。指鲁宣、陈、襄、昭、定5公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60。政逮于大夫，4世矣。禄去公事，司政逮大夫。逮，即义。4世指季孙氏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4代。3桓之子孙为矣。3桓为仲孙、叔孙、季孙3家皆出于桓公。后仲孙氏改称孟氏。此3家至定公时皆衰。本章与前章相承，宜皆定公时语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绝禄之权自公家失去，已5世了。正是下级大夫手里，也4世了。因此3桓的子孙到目前也衰微了。4. 孔子曰：益者3有，损者3有。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意义。有辩辟，有善柔，有辩佞，损益。辩辟，辟，独如辟。辩辟谓习于威仪，治事于外，内无争。诚与有量之量正相反。量，信义。善柔谓攻于媚悦，与有直之直正相反。攻媚悦者必不能守直道。辩佞，巧言口辩，非有学问，与多闻正相反。辩字或作篇，即巧言。记事篇第16。461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有益的朋友有3类，有损的朋友亦有3类。和正直的人谓有，和守信的人谓有，和多闻有广博知识的人谓有，便有益了。和惯于装饰外貌的人谓有，和工于媚悦面善态柔之人谓有，和能巧言口辩之人谓有，便有损了。5. 孔子曰：益者3乐，损者3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义矣。乐交乐，乐亦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3乐，此乐自独五教反，心有所爱好。礼乐之乐应乐，交乐之乐应乐。节礼乐，节者有节制。礼贵中，乐贵和，皆有节。以的礼乐之节不失于中和为乐，则有益。道人之善，称道人善，则心生慕悦，不为成人之美，己亦趋于善矣。以此为乐，亦有益。多贤友，友而贤，多多益善，以此为乐，亦有益。交乐，太放自骄，不知节制，任此为乐，忧苦随至。亦游，惰亦游荡，出人不节，日有所损而不自知。厌乐，厌安省逆之乐，必有损。求乐，人之常情，然当变损益。世人各争占尽乐处，而不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62。知其所乐之有损，亦可悯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对人有益的快乐有3种，对人有损的快乐亦有3种。喜欢把自己节制于礼乐中，喜欢称道别人善处，喜欢多交贤友，这就有益了。喜欢骄纵放肆的快乐，喜欢怠逸游荡，喜欢厌安淫逸的快乐，这就有损了。6. 子曰：是于君子有3谦。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君子有得位者之通称。3谦，谦，过失义。言未及之而言，如问他人而己对也。
躁，轻躁，不安静。此字或本作傲，谓以己之傲人所不知。隐，有所隐匿，不尽情实。谓见颜色而言，谓不必厌恶，谓唐突之言。故无目者，不能察言观色，犹如无目也。本章三项，皆因事于君子而始见。是于君子必之敬，3000皆由无敬一生。若敬日语不如己者谓无，敬亦不深，有享亦不。记事篇第16。463。自知。故人能常事君子，则己之德惠日常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侍奉君子亦犯3重的过失：言语未及他，他便发言了，是轻躁；言语及到他，他不发言，是他心有隐匿；不看对方颜色便亲自发言，是如古者般无目。7。孔子曰：君子有3戒。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血气，人之生理之随时有变者。戒由孟子所谓持志。孟子曰：志者气之帅，谓以心理统帅生理。君子终身有所戒，则其血气无时不为志所虑。后人言志，多指有位，不知有戒，是亦失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当有3戒。少年时，血气未凝定，当戒在好色上；壮年时，血气正刚强，当戒在好斗上；年老了，血气已衰，当戒在好贪求德上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64。8。孔子曰：君子有3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侠大人。5. 圣人之言。3畏：畏与近相近，与距则远；畏在外，惧则惧其祸患之，来及我。畏天命，天命在人事之外，非人事所能支配，而又不可知，故当心存敬畏。畏大人，大人，居高位者，临众人之上，为众人祸福所系，亦非我力所能左右，故不可不心存敬畏。畏圣人之言，古先圣人，积为人尊，其言意指深远，非我之力所及，故亦当心存敬畏。不知天命，天命不可知，而可知其有。小人不知有天命，乃若可为我所欲矣。侠大人，侠，冠乎矣。因冠见而轻视之，初则逢迎常恶，终乃作乱犯上，更无言淡之心。5. 圣人之言。5. 系无益。圣言深远，小人不知，又无忌惮，故加以系5。本章承上章而深言之。3戒在事，3畏在心。于事有所戒，思于心有所畏。畏者，戒之至而意会之深。禅宗去畏求会，宋儒以静自矫之，然畏静在心，不重于具体外在之当静者，亦其失。此2章言若浅近，然既于此而呼之，则难乎其为君子矣。记事篇第16。465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有3项敬畏：一敬畏天命，一敬畏在高位的人，一敬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有天命而不畏了，对大人只求轻侠，对圣人言则多加系5。9. 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斯谓下矣。本章之自学自及知之学之2之字，皆泛指。生而知之，谓不学而能也。困有所不通，如师相之于情，上也；孔子于情，则次也。推之于道于义，各有先后难易之别。
或以尧、舜、孔子为生之，禹、季、颜渊为学之。正之，《论语》，孔子不自成为生之。然则学者不当以非生之自伪，唯当以明思为下自戒句，思可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生来就知道的，那是最上等；学了才知道的，那是次一等；经历困境后才知要学的，又次了一等。若经了困仍不学，那就只算是下等了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66。佚名。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愤思难，一朝之愤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故思难也。见得思义，亦然后取也。本章次第，就其与外相接言。先以视听，次以色貌，次接之以言语事。有事思有疑，有愤有的，皆于是举其要。容之敬谓之色，容之动谓之貌。九思各专其一，日用间迭起寻声，无动静，无内外，乃无所不用其审查之功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有9样的思：当其视，思欲明；当其听，思欲聪；其色，思欲温；其貌，思欲恭；有言，思必忠；临事，思必敬；欲疑思如何问；愤心起，疑思患难在前；见有可得，疑思义之当否。意一。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无闻其。记事篇第16。467。语义：未见其人也。如不及，如追讨者；不及，恐失之也。如探汤，以指探废汤，不速去，将烂其手。隐居以求其志，如一隐居于有生之也，以乐尧、舜之道，其所至，即后来遭时所行之道。不得行，故求治。行义以达其道，如一隐幡然而起，因汤之辟，求达于世。必行义以达之，谓有行不义而可以达我道者。其道，即其隐居之所至。退而隐，进而行义，其道则一，穷达有义而已。本章见有2种人：善善恶恶，出于其诚，是亦人人矣，然不如求治达道者。盖圣人之学，以经世为本，而不以独善为极。不为成己，亦当成物。孔子门下严敏之徒，亦其数己。然仅见其隐，未见其用，故曰未见其人矣。思孔子甚深慨叹之词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看见有善的，自己向来不及般；看见有不善的，像把手探入热汤般。我看见这样的人了，也听见这样的话了。能退而隐居以求全我志，能进而行义以求达我道。我听见了那话，没有看见过那人呀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68。一二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。恶于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。有马千驷，千驷4000匹。即谓有千乘之国。无德而称焉，德自或本作的，就下而自与气求之，当以作。德为是。恶于首阳之下，首阳，山民。夷，其居首阳，采薇而食，故曰恶。夷，其让国而恶，其景公据位而富。然民之所称，在彼不在此。其斯之谓与，或曰斯字即指上德字，是之称夷，其即称其德也。或曰本章当连上章读，故章首无子曰字。
斯指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宜其及其人也。或曰：其斯之谓语，以前当有阙闻。或曰：《论语》第12颜渊篇程不以复，亦只以一两语，当在此章之首。言人之所称不在复，复亦只是有益于人而已，不足称也。或曰：程不以复，亦只以一两语，当在其斯之谓语与前。章首应托子曰二字。今按《论语》文例举古事古例，章首皆无子曰字，至下段语使者子曰。若序而不论，则通章可不着子曰字，非却闻程不以复两语以其斯之谓语前，罪谓地当可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齐景公有马4000匹，到他死之日，人民对他没有可称。记事篇第16。469的伯夷、叔齐恶居首阳山下，但人民直到今天还是称述他两人。诗经上说，为人称述，并不在复呀，复亦只是有意不同于人而已。就是说的像这样吧。义3。陈亢问于伯夷曰：子亦有一文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常独立，理屈而过庭。曰：学诗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诗，无以言。理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理屈而过庭。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礼，无以立理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，陈亢退而喜曰：问亦得3。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亦闻陈亢以孔子教其子或有私后，亦乎门徒之所闻。常独立，言孔子常独立，左右无人。趋而过庭，孔子独立在堂上，伯夷从堂下中庭趋而过之。不学诗，无以言。诗有比心，答对筹作。人若不学诗，无以与人言语。他日又独立，别日孔子又在堂独立也。不学礼，无以立。礼教恭俭庄敬，此乃立身之本。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。故不学礼，无以立身。闻斯二者，伯夷言只当复独立时，闻斯学诗学礼之二者。问一的3，问有一文乎而得闻此3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70。君子之远其子，孔子教伯夷，无异于教他人，故陈亢以为远其子。远谓无私后，非疏矣。古者一子而教，亦非疏其子。白话释义。陈亢问伯夷道：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些特别的教训乎？伯夷对道：没有呀。有一次，我父亲独立在堂上，我在中庭趋过。我父亲说：你曾学过诗吗？我对道：没有。我父亲说：不学诗，便不懂如何讲话。我退后便学诗。又一次，我父亲又独立在堂上，我又在中庭趋过。我父亲说：你学过礼吗？我对道：没有。我父亲说：不学礼，便不懂如何立身。我退后便学礼。我私下只听到这2番教训。陈亢退下大喜，说：我这次问一事，听得了3事。其一是该学诗，其二是该学礼，其3便是君子不对自己儿子有私后。疑4。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日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之一邦曰寡小君，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小童、寡小君皆谦辞，称之一邦，国人称之。本章记入《论语》，其义不可知。或说当时诸侯敌切不正，称号不审，故。记事篇第16。471。孔子正言之。或疑学者于简末别记所闻，后遂忏入《论语》。为《论语》有齐、鲁、古3本，今所传乃东汉郑玄以《鲁论》为主，又参效齐、古2论而成。
或说以此篇为其论，以无证。而本章三论皆有，吾见其为后人之随意附记而谄人。欲古书难解处，当以确疑为是。白话释义：国君之妻，国君称她为夫人，他对国君自称小童，国人称他君夫人。在一国人之前称他为寡小君，一国人对国人称他一呼君夫人。473阳货篇第17。1. 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屯。孔子识其往也而往拜之，欲诸徒。谓孔子曰：来。与而言曰：怀。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人乎？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及失时，可谓之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是矣，遂不我与孔子曰：诺。吾将是矣。阳货欲见孔子，阳货既是家臣，名虎，常求季桓子而专鲁。国之政，欲令孔子来见己，亦欲孔子出仕助己也。或疑阳或阳虎各自一人，今不从。归孔子屯，归独如馈，以物相赠。故立大夫有赐于世，是拜受，又亲拜于次者之事。阳或故以孔子屯，令孔子来拜而见之。识其往也而往拜之，往同无。识其往，由云似其出。孔子不欲见阳货，故似阳货出门，乃往拜谢。欲诸徒，孔子似其不在而往，不亦归而欲之途中。怀其宝而迷其邦，为怀藏道德而不救国之迷乱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74曰：不可。此曰自或说乃孔子答，或说乃阳货自问自答。下文曰不可同。今从后说。好从事而及失时，即数也，有履意。失时谓失去时机。言孔子心好从事而屡失时机。日月是矣，遂不我与，是去矣。岁月已去，不再与我。谓年老当及事。孔子曰：此下始是孔子答阳货。阳货欲亲孔子，絮絮语不休，孔子默不出声，最后始作五字答之，谓我将出是也。初若不知阳货所言之用意，亦不加辩说，只言将事。孔子非不欲事，特不欲事于货。其语直而婉，雍容不迫，而据之以深，此见孔子一言一行无往而不惧甚深之妙意。白话释义：阳货想要见孔子，孔子不见他。阳货送与孔子一屯。孔子打听到阳货出门，往他家拜谢，路上两人遇见了。阳货对孔子说：来呀，我有话和你说。阳货道：你深藏了道德宝货，而竟让一国之人迷惑失道，这好算人吗？怕不好算人呀。你心好做事，又屡失时机，这好算之吗？怕不好算之呀。光阴一天天过去，年岁不会等待着你呀。孔子说：嘎，我快打算出仕了。2. 子曰：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阳货篇第17。475子贡曰：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。论语为本章。言及性字，而仅言其相近。性善之说始发于孟子。盖孔子就人与人言之，孟子就人与禽兽言之。孔子没而道家心，专倡自然，以儒家所言人道未为天而丧真，故孟子发性善之论以抗之。然亦未必尽当于孔子之意，故荀子又发性恶之论以抗孟子。本章孔子择习不择性，以免人未学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人的天性是相近的，由于习惯而相远。3. 子曰：为上之与下愚为不疑。本章承上章言。
中人之性，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，皆可迁移。唯上之不可使为恶，下愚不可与为善，故谓不可移。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唯自暴自弃者不然。此与孔子立言若有异。然孔子曰：困而不学，民思未下，则下愚亦因其不学耳。故荀子又曰：人皆可以为禹，不言尧舜而转言禹，亦孔子劝学之旨。或曰：子曰二字乃眼文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只有上之与下愚之人不可迁移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76。4. 子之武臣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观尔而笑曰：歌姬焉用牛刀？子游对曰：习者眼也。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眼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子之武臣，之往矣。武臣，鲁义民，使子游为武臣宰。闻弦歌之声，弦指琴瑟。子游以礼乐为交，一人皆弦歌。夫子莞尔而笑，夫子与上文子自负，此意下论文字未纯之一例。观尔为笑貌。观字本作密，山羊细角，人笑时两眉角为垂四之。歌姬焉用牛刀？此有两解。一言其志小义，何必用礼乐大道？其实则生喜之。一言子游之才而用于武臣之小义，则是生习之也。然臣上观尔而笑，则终是喜生于习。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此两语，盖孔子常言之。君子小人以为言，在上在下皆当学道。子游言虽载小义，亦必教人以礼乐。二三子，从行者。前言戏之耳，戏言盖出于家喜之情。之字指子游。游下皆孔门后进弟子，而列文学之科。子游载武臣时尚年轻，以能行礼乐之教，知孔门四科皆能实践之于行事，即在文学，亦非徒悟空言。阳货篇第17。477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去游武臣，听到弦歌之声。先生微笑道：歌一姬，哪用牛刀呀？子游对道：往日我曾听先生说过，君子学于道，便懂得爱人；小人学于道，便易从使命。先生对从游的人说：诸位，他的话是雅，我前面所说只是对他开玩笑的。5. 公山弗扰以废叛，赵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视之之也？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公山弗扰以废叛，公山弗扰即公山不扭，即是家臣。以废叛，叛即是也。禹祥，左传。或曰：其事在鲁定公12年，孔子方为鲁司寇听政，主舵三都，弗扰不肯舵，遂叛。宁有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理。论语乃今后儒讨论编辑成书，其取舍间未必不无一二滥收，不当以其载在论语，而必信以为实。或曰：弗扰之诏当在定公8年，杨或入宦阳关以叛，其实不扭以为废载。因关成败，虽叛行未露，然俱废而尧为杨或之生源，即叛也。故论语以叛书。使孔子上位世，不扭为人与杨或有不同，即见于左传者可证，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，或孔子认为是有可谓，故有欲往之意。或曰：孔子之不助叛，天下人所知，而不扭召孔子，其志不在于恶矣。天下未至于不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78。可谓而先疑，不可谓引申自退，
而决志于斯事，此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，则孔子有欲往之意，何足生疑？莫之也矣，莫无义之往矣。莫之游云无处去，矣叹词。或说以指意，当一字自作一读，游云无去处即止也。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下之自意往矣。为何必去之公山氏？而岂徒哉？徒空矣。言既来召我，绝非空召，应有意于用我。吾其为东周乎？一说言兴周道于东方，一说东周指平王东迁以后，孔子谓如有用我者，我不至如东周之一无作为，言必兴起西周之盛也。就文理言，注重乎字，语气较重，应如后说；注重其字，语气较缓，应依前说。为前说尽直，后说委屈，当从前说为是。白话释义：公山伏扭据废议叛季孙氏，来召孔子。孔子考虑欲往复召，子路心中不悦，说：没有去处了，何必还要去公山氏那里呀？先生说：来召我的，难道只是空召吗？倘有真能用我的人，我或者能兴起一个东周来呀。6. 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武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请兼之。曰：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公则不武，宽则。阳货篇第17。479。的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不武。武慢义，由言不为人所侮慢。敏则有功，敏即速义，因是急速，亦有成机。或说敏审也，审当于事则有成功。本章颇多可疑。论语记孔子与君大夫问答时称孔子，对弟子问指称子，此处对子张问亦称孔子曰：后人疑是一，其论亦无的据。又此章孔子答语乃似答问政，与答问人不类。或说此乃问人政，然亦不当单云问人。又孔子答子张，《论语》所载共11条，多欲其编辟敬礼，甚于言行，而此章语不然。孔子以天下告者，颜渊问人章以外为此，或以为因子张之才大，岂其然乎？或说就文体言，此章与六言六必五美四恶之类，皆与其他各章不相似。且子张乃孔子弟子，称问即可，而此章集尧曰篇子张问政，皆称问孔子，更为失体。或编者采之他书，未加审正。白话释义：子张问仁道于孔子。先生说能行武事于天下，是仁了。子张请问哪五事？先生说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能恭敬，便不为人所侮慢；能宽大，便易得众心；能守信，便得人信任；能因事敏速，便易有成功；能对人有恩惠，便易使命人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80。7. 佛夕召子欲往。子路曰：昔者有也，闻诸夫子曰：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仁也。佛夕以终目判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子曰：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奸乎？摩而不灵。不曰白乎？啮而不咨。吾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佛夕，晋大夫赵简子之义载。君子不入其国。以终目判，判赵氏。事件左传，在鲁哀公5年。摩而不灵，不灵，不必不伤义。啮而不咨，啮，凡石，金云造凡，染之则黑。咨，黑色。此两语，言人之不善，将无晚于己也。刨瓜，刨瓜味苦，人所不食。或曰：
刨瓜指天上星明。系而不实，刨瓜系于一处，人不识之。我不能如此，故周流求行道于天下。或说如星之系于天而不可识。本章与弗扰章皆记孔子之出意欲往，而不记其卒不往。盖以见孔子人天下之素质，而卒不往之故，则无足申论。后人纷纷疑辩，则当时子路以疑之，不凡众论。白话释义：佛西来召孔子，孔子考虑欲往。子路说：“我曾听先生说过，那阳货篇第17 481，人轻生做了不善之事，君子即不入其国。现在佛西聚中木作判，先生要去他处，这怎说呀？”先生说：“不错，我是说过这话的。不有坚硬的东西吗？静磨也不会薄。不有洁白的东西吗？浸染也不会黑。我难道是一刨瓜吗？哪能挂在那里，不希望有人来采食呀？”8. 子曰：“有也。女闻六言六必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居无与女。好人不好学，其必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必也当；好信不好学，其必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必也狡；好勇不好学，其必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必也狂。”居无与女。古人对长者问，必起立。孔子命其孩坐而告之。居作揖，女同入。好人不好学，好者闻其风而悦之，不学则不能深圆其所。以知道，故必有所避。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刚六言皆美名，不学则不明其意，不就其实，以意会之，有转成不美者。愚若可陷可往之类。当未放而无归，穷高极远而不知所至。贼伤害义。如委身与女子其而死于梁下是也。矫即切义，如父攘羊而子正之。乱犯上违法。狂妄抵触人。见此六言虽美，必好学生求之，乃能成德于己。白话释义：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82。先生说：“有呀。你听到六言六必的说法吗？”子路对道：“没有呀。”先生说：“你坐下，我告诉你。好人不好学，其必成为愚蠢；好知不好学，其必成为流荡无归宿；好信不好学，其必反成伤害；好直不好学，其必急切不通情；好勇不好学，其必常易犯上作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必易于狂妄抵触人。9. 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耳之是父，远之是君。多是于鸟兽草木之名。小子呼门弟子而告之。可以兴，可以观，诗上比兴，即就眼前事物指点陈述，而引辟连类，可以激发人之志趣，感动人之情意，故曰可以观，可以兴。兴者兴起，即激发感动意。盖学于诗，则知关于天的万物，驴象所系，莫非可以兴起人之高尚情志。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诗之教，温柔敦厚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故学于诗，通可以群，穷可以怨。是父是君，最群道之大者。忠臣孝子有时不能无怨，唯学于诗者可以怨，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。多是于鸟兽草木之名，诗上比兴，多就眼前事物，比类而相通，感发而兴起。故学于诗，对天的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视，此小言之。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渊非鱼跃。阳货篇第17 483。道无不在，
可以见机于化境，岂至多视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多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，乃所以广大其心，导达其人。师教本于性情，不图物于多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小子们为何没有人学诗呀？学了诗，可以兴起拟字，即可以懂得如何博观于天的，可以懂得在群中如何处，可以懂得处群部的意识如何远。近处讲，懂得如何奉事父母；远处讲，懂得如何奉事君上。小言之，也可使你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之名。亦邻。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周南赵南矣乎？人而不为周南赵南，其由正强面而立也与？为周南赵南，谓由学也。周南、赵南，诗国风首二篇名。二南之诗，用于乡乐，众人合唱。人若不能歌二南，将一人独默，虽在人群中，正由面对墙壁而孤立。”或说周南11篇，言夫妇男女者9；赵南15篇，言夫妇男女者11。二南皆言夫妇之道，人若病此而不知，将在最近之地而一物不可见，一步不可行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84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对伯鱼说：“你学了周南、赵南的诗吗？一个人若不学周南、赵南，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呀。”一。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玉帛，礼之所用；钟鼓，乐之所用。人必先有敬心而将之以玉帛，使为礼；必先有和气而发之以钟鼓，使为乐。宜其本，专视其末，无其内，图求其外，则玉帛钟鼓不得为礼乐。”或说礼乐之可贵，在其安上治民，移风而易俗。若不能于此，而为玉帛钟鼓之事上，则不得谓之礼乐。二说皆是，当何以求之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“竟说礼呀礼呀，难道是说的玉帛吗？竟说乐呀乐呀，难道是说的钟鼓吗？”阳货篇第17。485。1、2。子曰：“色厉而内在，辟诸小人，其由川渝之道也与？色厉而内察，厉威严，忍柔弱。辟诸小人，言于诸色小人中辟之。川渝之道，渝游斗，道惬意。川墙壁未动以求入室行，且。”一说川为川壁，渝为穴墙，依文法，似从前解为是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外貌装得很威严，内心实是软怯，那样的人，在诸色小人中做譬喻，好算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一类吧。3。子曰：“乡原，得之贼也。乡，其群比俗，原同院、景院也。一乡皆称其景院，故曰乡原。”孟子万章篇有云：“孔子曰：过我门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汗焉者，其为乡原乎？乡原，得之贼也。”教本章多3句。或是《论语》，编者删节之，而孟子全录其语。孟子又曰：“焉然昧于是也者，是乡原也。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。”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486。谓原人，孔子以为得之贼，何哉？曰：非之无举也，次之无次也。痛乎流俗，合乎污事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。众皆说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，故曰得之贼也。盖为特立独行之事，使可入德，故孔子有取于狂卷。若同流合污，昧视未善，则断非入德之门。孟子发挥孔子亦极精极显，学者求入德，必系参之。
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异乡中全不得罪的那种好人，是人类品德中的败类呀。疑四。子曰：道听而图说，德之器也。德必由内心修而后成，故必尊师博文，或闻家言义训，而反体之于我心，潜修密意，深造而莫成之，使得为己之德。道听，听之意；图说，说之意。入于耳，即出于口，不内入于心。纵闻善言，亦不为己有，其德终无可成。德不弃人，而曰德之器，深言其无分于成德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在道路上听便在道路上说的那些人，是品德中的器物呀。阳货篇第17 487。义五。子曰：彼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；既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本章下与字同于。古人文法有缓急，不显而显，此缓读；得谓不得，此急读。患得之，即患不得之。无所不至，言其将无所不为。小则吮庸视智，大则欲富与君，皆生于其患失之一心。人品大略可分为三类：有志于道德者，此为己之学；有志于功名者，此为人之学；有志于富贵者，即本章之所谓彼夫，乃不可与共学之人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彼夫可和他共同事君吗？当他没有得到时，只怕得不到；既已得到了，又怕或失去。若怕或失去，他会无所不为，没有抵制的。一六。子曰：古者民有三急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今也廉，今之今也奋力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88。民有三急，急病也。此言人有偏短，指下文狂、今、愚。言或是之亡，亡同无。求如古人之偏短而不可得，伤今俗之易衰。古之狂也肆，狂者志愿高，每肆意自泰，不拘小节。今之狂也荡，荡则无所惧，并不见其志之狂矣。古之今也廉，今者持守严，其行矜持。廉，棱角翼，翘立，难进。今之今也奋力，奋决则多怒好争，并不见其矜持矣。古之愚也直，愚者暗昧不明，直未进行自遂，无所防戒。今之愚也诈，诈则邪思欺狂，并其愚亦不见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古人常见有三种病，现在或许连这些病也不见了。古代狂者常意四志不拘，现代的狂者则是当无所惧了。古代精者常意廉于俏丽，现代的精者则成奋力好争了。古代愚者常意尽情执行，现代的愚者则成变诈百出了。义七。子曰：巧言令色，先以人。本章重出。阳货篇第17 489。义八。子曰：恶子之夺诸也，恶正生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富邦家者。子之夺诸，诸正色，子奸色。当时以子衣为君服，可见时上。正生之乱雅乐，雅乐正音，正声淫声也。利口之富邦家，利口佞也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君悦而信之，可以轻覆败亡其国家。孔子告颜渊放正声远佞人，则恶子乃遇辞。孔子恶相怨，为其乱德，可何参？白话释义。
先生说：我厌恶紫色夺去了诸色，厌恶正声扰乱了雅乐，厌恶利口倾覆了国家。亦9。子曰：与欲无言。子贡曰：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40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90。言哉？为何孔子无端发欲无言之叹？或说孔子惧学者徒以言语求道，故发此以警之。或说孔子有见于道之非可以言说为公，不如默而存之，转足以后得而敦化。此两义皆可通，当与前篇无隐之意相参。或以本章孔子以天自比。孔子特举以解子贡不言何数之疑，非孔子意欲拟天设教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我想不再有所言说了。子贡说：夫子不再有所言说，教小子们何从传述呀？先生说：天说些什么呢？春夏秋冬四时在行，非前动止百物在生，天说些什么呢？20。如卑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色而歌，使之闻之。如卑，鲁人。礼记云：续由之丧，鲁哀公使如卑从孔。子学士丧礼，此次请见，当是令一时事。辞以疾，孔子不欲见如卑，推辞有病。将命者出户，将命传辞者，将如卑之命来，待其出户。阳货篇第17。491。即取色而歌，使之闻之，知非真有疾，生以告如卑。孔子既惧之，又欲使知之，如卑待必有所自觉于孔子。而孔子不欲显其短，使无自心之路，故虽易之，不彰者；虽惧之，不决绝。亦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。白话释义。如卑要求见孔子，孔子不肯见，推辞有病。传命者走出户，孔子即取色弹之，又自和而歌，使将命者听到，知道孔子没有病。21。宰我问：3年之丧，其以久矣。君子3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3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骨既霉，新骨既生，钻。遂改祸，其以可矣。子曰：食夫道，衣夫谨，与女安乎？曰：安女安则谓之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止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谓也。今女安则谓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与之不仁也。子生3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3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与也有3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3年之丧，父母死，守丧3年，使此礼久不行，宰我之问。盖讨论制作，与其存虚名，不若勿实行。他日或至心里，改定此制，非宰我自欲短丧也。其以久矣，其独姬周年矣。为守丧1年以久。或曰：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92。此其自读其献之期，3年谓其以久。下文其以可以知其始独姬。礼必坏，乐必崩，坏败坏，崩坠失。礼乐行于君子，君子居丧3年，不习礼乐，礼乐将崩坏。旧骨既霉，新骨既生，霉尽易，生登易。1年之期，旧骨已尽，新骨登收，食物皆变，丧其意即此可治。钻遂改火，古人取火，钻一木为岁，终早眼。取一木为钻，钻头放岁眼中，用绳力牵之，2木相磨，火星飞爆，即成火。此岁木既燃，常保勿熄。一木将尽，另用一木接其火，后星继前星，是谓传星。
惟传心虚随40改易，令钻心碎。春用榆柳，夏用枣杏，夏季用桑拓，秋用作友，冬用槐檀，宜年而周，此谓改火。谷以辛，火易改，故丧其意宜年亦可。时夫道，古代北方以稻食为贵，居丧者不食之。衣夫锦，锦乃有文采之衣，以帛为之。居丧衣素用布，无彩饰。与女安乎？女同乳。孔子问宰我于心安否？父母之丧，子女悲哀在心，故食指未干，依彩色而心资不适，哀戚出于自然，乃本此而至为居丧之礼。孔子告宰我：汝若觉心安，自可不遵此制。宰我本朴犯设问，孔子教其反求之心，以明此礼义。而宰我律答曰：安。此下孔子遂深责之。免于父母之怀，子生未满3岁，常在父母怀抱中，故亲丧特以3年未断。欲报之恩，昊天周集，非为3年即可脱于悲哀。此亦及人之人心。天下之通丧，为此3年之丧礼当通行于天下。阳货篇第17。493。按此章载我问3年之丧，其意本为讨论礼制，当时亦似未有天下通行3年之丧之政。而孔子之责载我，辞气之力，俨若骤请一章。何以孔子对载我独异于对其他之门人，不可知矣。白话释义。载我问道：3年之丧，似乎期限太久了。君子3年不行礼，礼将从此而坏；君子3年不作乐，乐将从此而失。而且旧谷吃尽，新谷已收，钻碎接火之木也都改了，似乎1年之期也就够了。先生说：你亲丧1年后即吃稻米，穿锦衣，心上安不安呢？载我说：安呀。先生说：你心既觉安，就可如此做呀。君子居此丧其中，正因食了美味也不觉甘，听了音乐也感不到快乐，在日常公事中起居，总觉心不安，因此不这样生活。现在你心若觉安，自可照常生活呀。载我出去了，先生说：语的不仁呀。儿子生下3个年头，方才离开了父母的怀抱，那3年的丧期，是天下通行的丧期呀。与是不是也有3年的爱心对于他死后的父母呢？22。子曰：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以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谓之犹贤乎矣。博弈皆局系。伯及6伯，4后代之双录，双方各6者，共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94。12其先直者，是其采以行其，其法经不详。今人只以直采为帛，则与义不相类。义者为奇，古义用289道，今用3本章，圣言人心必有所用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吃饱了，一天到晚心没处用，这真难呀。不是有挽柳、薄荷一齐的吗？这总比没事好一些。23。子路曰：君子上用乎？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上，以之为上之义。下闻君子小人并说，乃以谓言。唯前2句君子字，4不及只在上位者。可见古人用君子小人字，一本混通，除非必加以明晰之分别。或说本章4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。白话释义。子路说：君子看重勇吗？先生说：君子是看重义的。君子有勇没有义，则将为乱；小人有勇没有义，则将为道。阳货篇第17。495。24。子贡曰：君子亦有恶乎？子曰：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。
恶居下流而善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治者曰：次也，亦有恶乎？恶矫以为之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节以为直者，称人之恶，喜称扬人恶，可知无人后之意。居下流而善上，善谤毁义。就本无流字，居下善上，可知无忠敬之臣。勇而无礼，此可谓乱。果敢而治，治塞义，即不通义。果敢而不通事理，将忘。坐而心惑。曰：梯也亦有恶乎？或说此句一子贡语，则乎字应作也；或说此下使是子贡语，则与乎字文契合。此曰字乃孔子曰：矫以为之，矫抄袭义。抄袭人说以为己知，不孙以为勇，孙训让义。人有甚己，不从不让以为勇。节以为直，节为公发人之阴私，非直而以为直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道：君子亦对人有厌恶吗？先生说有的。厌恶喜好，称说别人恶的人。厌恶居下位谤毁在他上的人。厌恶勇而无礼的。厌恶果敢而治塞不通的。先生说次雅，你亦有所厌恶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496。吗？子贡道：我厌恶抄袭他人说话而自以为之的。我厌恶不懂训让服从而自以为勇的。我厌恶公发别人阴私而自以为直的。25。子曰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远。此章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。妾是仆由近，故女子在小人前。因其指仆妾，故称养。待之近，则遐而不逊；远，则怨恨必作。善育仆妾，亦其家之衣饰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只有家里的妾室和仆人最难养。你若和他们近了，他将不知有训让；你若和他们远了，他便会怨恨你。26。子曰：年40而见恶焉，其中也矣。本章或说乃孔子勉人及时迁善改过。40成德之年，治世而犹见恶于人，则无望有善行矣。然此语当是有为而发，为不。阳货篇第17。497。知其谁为耳？或说本章乃孔子之自叹，当是孔子于时被谗也。阳货一篇中于此章见圣道之不行。下接为子篇，皆人人失所，及言也引伦之事，亦由此章发其端。然孔子自叹，不当用见恶字，当以前说未允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年到40还是被人厌恶，这就怕无望了。499。为子篇第18。1。为子去之，箕子谓之奴，比干见而死。孔子曰：应有3人焉。为箕，国名；子，爵名。为子，封之庶兄；箕子，比干，封之诸父。为子见风无道而去，箕子见不听，因以为奴，乃佯狂受辱。比干强见被杀。3人皆意在安乱宁民，行虽不同，而其志诚恻，但心存爱人则一，故痛得为人人。孔子又曰：有杀身以成仁，然人不在死。3人之人，非指其去与奴与死，以其能忧乱，求欲安民，而为之人。此篇多记人贤之出处，列于《论语》之江中，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，而明其出处之意。先知以此章见殷之王由于不用贤，伤筋思骨，所以叹孔子之道穷而思民之不能脱于祸乱。白话释义。为子避而去，箕子求为奴，比干见而死。
先生说，因在那时有3位人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00。2。柳下惠为士师，3处。人曰：子谓可去乎？曰：直。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3处？往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士师，典狱官。3处，3被处退。焉往而不3处？举世浊乱，不容正直，以此利弊，将何往而不被处？何必去父母之邦？欲求不处，唯有往道。既能往道，则不必去父母之邦，亦可不被遣处。柳下惠与鲁公事尚在5父之内，与孔子以鲁为父母之国者又不同，故亦不当去。孟子称柳下惠甚之和，观此章，辞气雍容，可谓和矣。然其不欲往道之意，则确然有不可拔者。故孟子称其不以3公议其戒，唯玩其辞气，终若是一世皆往道，无可与谓直，其眷眷救世之心则淡矣。故孟子又谓柳下惠不公，此所以异于孔子。本篇所记古之人贤隐逸之事，皆当与孔子对看，乃见孔子可去而去，不计和，然亦不顿事，所以与本篇诸贤异。又按此章无断语，因无子曰字，亦名不呆有断。载在《论语》，其为孔子言可知。白话释义。为子篇第18。501。柳下惠当鲁国的狱官，3次被处。有人说，你还不去往他国吗？柳下惠说，我已直道是人，去到哪里将不被处呢？我若能往道是人，又何必定要离去父母之邦？3。齐景公呆孔子曰：若记事，则无不能。以记孟坚呆之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鲁3卿，记事最贵。齐景公谓我不能如鲁君之呆记事者呆孔子，遂以记事、孟氏之间呆之，其礼亦甚隆矣。然又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，此非面与孔子，盖以私告其臣，而孔子闻之。孔子以其君不能用而去，则其君之礼呆，不足以安圣人。又按孔子在其止1次，以昭25年鲁乱去，2年而返，时景公盖年近60。白话释义。齐景公呆遇孔子，说：像鲁君呆遇季氏般，我就不能了。以在季孙氏、孟孙氏之间的礼貌呆孔子。但他私下又说，我已老了，不能用他了。于是孔子也离开齐国了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。502。4。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3日不朝，孔子行。归独如愧。季桓子，鲁大夫，名思。史记，鲁定公10年。孔子谓鲁司寇，方当政，其人谋举之，馈鲁以女乐。定公与季孙君臣相与观之，废朝礼3日，孔子遂行。本篇均记古今人贤出处，此2章记孔子之去其去鲁以见折中。可以行则行，可以止则止，所以谓时中之盛也。白话释义。齐人送来一批女乐队，季桓子接受了，3天不举行朝礼，于是孔子离开鲁国了。5。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，曰：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。今之从政者待而，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楚狂皆于，楚之贤人，佯狂避世，失其姓名，以其皆孔子。之车而歌，故称之曰皆于。由城门何某丈人常举来逆之力。或为子篇第18。503。说其人皆是愚民，今不从。或曰：狂者，孔子所欲，故称其人曰狂皆愚，今从之。
歌而过孔子，此当是孔子乘车在途中，皆于歌而过孔子之车。或说歌而过孔子之门，或本有之门二字。何得之衰？古俗相传，是有道则凤鸟见，无道则隐。皆于以凤比孔子，是无道而不能隐，谓得衰。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既往之事不可再见，既今而来者犹可追及，谓今尚可隐而去。以指意。而语助词。由云罢了罢了。今之从政者殆而，殆为义。今之从政者皆为殆，不可复就治，不足与有谓。或谓孔子若从政，则是陆风波之忧，此失之。孔子下车。或说下堂。趋而避之，皆于即行避孔子，不欲闻孔子之辩白。以下数章，皆孔子之不忍于避世。皆于诸人，高岛之风不可及，其所讥于孔子者，亦非为孔子屈目荣禄，同于俗情，但以事不可畏，可牢牢车马，为孔子习耳。故孔子之义，则天下无不可畏之时，在我亦有不忍绝之情，有不可逃之意。孔子与诸人旨趣不相投，然孔子终全于此诸人，欲与之语，其以广大其心志，此亦孔子深厚人心之一种流露。白话释义：楚中一狂人，皆在孔子车后而歌，越过孔子车而前。他歌道：“凤啊，凤啊，怎么你得如是般衰呀？以往地莫说了，方来的还可追呀。算了，算了。当今那些从事政治的，哪一部是为代之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04。人怎可与之有谓呀？”孔子听他歌，下车来，想和他说话。那狂人即行避去，不得和他说。6。常举桀逆偶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今焉。常举曰：“夫执鱼者谓谁？”子路曰：“谓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语。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之今以问于桀逆。”桀逆曰：“子谓谁？”曰：“谓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语。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，其若从辟士之事哉？忧而不辍。”子路行以告。夫子弗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无非斯人之徒语，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义也。”常举、桀逆两隐者，姓名不传。举家，逆闹逆，以其在水边，故取以名之。桀见义，义高大义。一人其然而长，一人高大而健。偶而耕，两人并头而耕，谓偶耕。或说前后地耕，谓偶耕。问今，即度处。执鱼者，执鱼，执佩在手也。本子路欲而执佩，今夏问今，故孔子代之。是之今矣，言孔子常年周流在外，因知经度之处也。滔滔者，滔滔，水流貌。字义作悠悠，即游游，同是水流之貌。水之长流，近日不息，皆是此水，因在水边，随止为喻。为子篇第18。505。由今俗云天下老鸦一般黑，谁以易之？以有语也。言一事皆浊，将谁与而辩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，而指子路。辟独辟，辟人之事指孔子。避世之事，举逆自谓。人境相同，不胜避，故不如避世。忧而不辍，忧者复种。不种后，以气把之，使土开处复合，种深入土，鸟不能啄，以待时雨之至。忧而不辍者，亦不告子路以经处。辅然，犹怅然，失义貌。非斯人之徒语，而谁与？语者，与同群。
孔子谓我自当与天下人同群，隐居山林，是与鸟兽同群。丘不与义。孔子言正谓天下无道，故周流在外，求以易之。若天下有道，则我不复与之有辩议。隐者之意，天下无道，则须隐。孔子义，正因天下无道，故不能隐。盖其心之人，既不忍于忘天下，亦不忍于必为天下之忠于无道。白话释义：常举、桀逆两人作对在田中耕，孔子路过，叫子路去向两人问前面嫉妒处。常举说：“那直骑在车上的是谁呀？”子路道：“是孔丘。”常举说：“是鲁国孔丘吗？”子路道：“是的。”常举说：“那他自知嫉妒之处了。”子路再问桀逆，桀逆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子路道：“是仲由来逆说：“是那鲁国孔丘之徒仲由吗？”子路对道：“是。”桀逆说：“你看那水流滔滔，天下都是一般，和谁来辩更他呀？而且你与其跟从鄙人之事，何如跟从鄙士之事呀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不歇地把土。子路离开两人，把来告诉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06。孔子怅然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呀。我不和那天下人同群，又和谁同群呢？若使天下已有道，我也不来和他们有所辩更呀。”七。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丈何由？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谓夫子？”执其杖而云。子路拱而立，指子路粟，杀鸡未熟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，至，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是无益，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竭其身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事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以知之矣。”从而后，子路从孔子行，相师在后。遇丈人，遇者不齐而相直。丈人，长老之称。以丈何由？由，竹器名。何，单阶也。丈人以杖阶一竹器。罗禄之属在道行，子路借问见夫子否？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或说分，借作分。丈人言：“我四体不及勤劳，五谷不及分种，何从之汝夫子？”或云：“五谷不分，只播种迟早造师，当一一分辨。”或说：“此丈人讥子路，执乱世，不勤劳四体以播五谷，而周流远行，孰谓汝之夫子而向我所知乎？”据下文，丈人甚有礼貌，似不邂逅子路，即与面斥。当从前。为子篇第18。507。两说。执其杖而云，云，去田中草。执，树也。丈人既达子路，行至田中，束其杖插土中，俯身云除田中草。拱而立，拱，插手，古人以为镜。子路知此丈人非常，故插手旁立以观其云，以表敬意。指子路粟，时值日暮，此丈人指子路且勿前行，宿其家。见其二子，丈人杀鸡，作黍饭享子路，又介绍见其二子。至则行矣，子路反至丈人家，而丈人已出。子路曰：“此乃子路对其二子言。所言大义，当即孔子所授，欲以告丈人者。不是无益，是非为富贵，人之于群，亦当尽职，故是也。长幼之节不可废，丈人之见其二子，是不废长幼之节。长幼之节不可废，君臣之义亦如何可废？竭其身而乱大伦，大伦即指君臣言。一事着乱，欲自竭其身，隐而不出。
既尽人皆隐，岂不乱君臣之大伦？道之不行，以知之矣；道之行否属命，人必以行道为己，则属义。虽知道不行，人当出世，所谓我敬我义。以上3章，仅承孔子去齐去鲁2章后，见孔子虽所如不合，终未戛然忘事。然为此4人之言，享其清风，亦足其敬。彼等于孔子上所不满，革身事外，真如凤翔千仞之刚，自非孔子，焉得而轻易之？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508。子路从行，落后了，遇见一老者，杖头担着一竹器，在路行走。子路问道：“你见我的先生吗？”老者说：“我4体来不及勤劳，5骨来不及分辨，哪是你的先生呀？”走往田中，把杖插的，俯下身去除草。子路拱着手立在一旁。老者指子路勿前行，留到家中过夜。杀一鸡，做些蜀饭，请子路，又叫他2个儿子来和子路见面。明天一早，子路告辞，见到孔子，把昨日事告诉了。先生说：“这是一个隐者呀。”命子路再回去见他。子路到他家，人已出门了。子路和他2子说：“一个人不出世，是不义的呀。长幼之节不可废，君臣之义又如何可废呢？为要清洁己身，把人类大伦乱了。君子所以要出世，也只是尽他的义务罢了。至于道之不能行，他也早已知之了。8. 佚名、伯夷、叔齐、于仲、夷吾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年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。伯夷、叔齐与未柳下惠、少年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律，其斯而已。矣。谓于仲、夷吾，隐居放言，身中轻，肺中全。我则异于事，无可无不可。佚名，佚者，一异于事；名者，无谓之称。下列7人，皆佚名也。于仲，或谓及仲雍，然仲雍在夷，其前又继位为吴君，不当入佚名之列。或说《史记》吴君周章帝于仲，武王封之故。为子篇第18。509。下虚，此于仲虽亦为君，然其有国出于邑外。由前言之，亦佚名也。今按此于仲本是吴君周章之弟，何以知其为于君之前乃一佚名？切恐亦未是。或以乃春秋时于君之弟，故系以国名而称伯仲，待亦让国之贤公子，而书传诗其记载。夷佚，或夷夷非人名，因于仲异于夷，故日夷佚。然依佚名伯夷之类，当称夷佚于仲，不当曰于仲夷佚。且异于夷之于仲，终谓吴君，不得曰隐，又不得曰废。夷佚代一人名，而书传无考耳。朱张，此下孔子分别评说诸人，而独缺朱张。或疑朱张当作周章，周章未患，即佯狂也。曰佚名，曰夷佚，曰朱张，三者品其目，夷、齐、于仲、惠、连5人举其人。然夷佚以辩如前。柳下惠、少年亦非佯狂。或疑朱张及孔子弟子仲弓，然孔子评述古习贤人，不应以己弟子册名其间。盖朱张之言行，孔子实已无可得称，故孔子但存其名，不加论列耳。少年，其人见《礼记杂记》篇，东夷之子。孔子称其善居丧，不辱其身；夷其隐居饿死，是不降志；不事乱朝，是不辱身。心机俱异。柳下惠、少年并逝于鲁，柳下惠3处不去，则以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律，但能言因伦类，行因思虑，不失言行，则所谓降辱，亦为有委屈之机耳。故谓次也。身中轻，
废忠权，隐居独善，合乎道之清。放言自废，合乎道之权。身轻由孟子谓洁身，无形可惧，故以身言。放言者，戒之推曰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用闻之？谓放废其言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510也。是二人者，更无言行可惧，故又其次也。或说放言如后世孔融跌宕放言之力，今不从。无可无不可。孟子曰：孔子可以事则事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故曰无可无不可。本章列举隐遁者7人：伯夷、叔齐、天子部的臣，诸侯部的友，盖以遁世离群矣。此为义民之最高者。柳下惠、少年，虽降智而不枉纪，虽辱身而非求和，言能合于伦理，行能忠于思考，是义民之次也。于仲、一义，亲而不子，废而有仪，其身既隐，其言亦无闻，此与柳下惠、少年又不同，亦其次也。此等皆清风远运，如莺歌之高翔，浴雪之不污，是世俗有腐属愤攘耳。唯孔子之道，高而出之。故孔子曰：我则异于世，正见其有相同处，故自举以与此辈作比，则孔子之重视义民可知。小人无忌惮，自居为中庸，义民轻视接受讥评，其义如孔子之有益于此辈乎？学者当审别也。白话释义：义民有伯夷、叔齐、于仲、一义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年。先生说：守其志不屈，保其身不辱，这是伯夷、叔齐吧？先生说：柳下惠、少年，志不免有降义，身不免有侮辱了。但所言能合于伦理，所行能合乎思虑，能如此也算了。先生又说：于仲、一义隐居弃言，但他们的身世合乎清洁了，他们的废弃也合乎权衡了。先生又说：我就和他们不同，我只是无可无不可。为子篇第18 511 9。大师治是齐，亚范干是楚，三范辽是蔡，四范缺是秦，古方叔入于河，波涛武入于汉，少师阳及庆相入于海。大师治，大英泰。大师，鲁乐官之长，治其民。亚范干，亚次义。亚范、三范、四范，皆以乐右时之官。干、辽、缺其民。李、王大时，三右。鲁亦有亚范、三范、四范，见王李也。古方叔入于河，及古者名方叔，必隐于河滨。波涛武，陶因屠刀反。小鼓，两旁有耳。波，摇曳。持其柄摇之，则旁耳还自击。武，鸣也。少师阳及庆相，少师乐官之左。阳、相二人名。相即孔子所从学秦者。此章记鲁衰，乐观四散，于河岛海已去，云天苍凉，斯人寥落。记者付诸此篇，盖不胜其惊袭之悲感。记此8人，亦所以追思孔子也。唐史记安禄山乱，使黎元子弟奏乐，雷海清被皆毁其乐器，被杀而不悔，此亦类于入河入海之心矣。或谓此8人乃在殷封时，或谓周厉王时，又谓周平王时，今皆不取。白话释义：太师治去了齐国，亚范干去了楚国，三范辽去了蔡国，四范缺去了秦国。古方叔入了黄河，波登武入了汉水，少师阳及辛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512。相入了海。义陵。周公谓鲁公曰：君子不失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已。故就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鲁公，周公子伯禽。受封去之鲁，而周公告戒之。鲁人传。
宋久而不忘，或亦孔子常与其弟子言之，不失其亲，师当作持，忘弃义。或说师亦义，不以他人之亲以己之亲。或说师与义，不思与其所亲。或说师罪于人，不失其亲，所以引其罪，亦亲亲之意。今从第一说。怨乎不以用义，不以不用。怨不见听用。无大故则不弃，大故谓大恶逆。无求备于一人，人之才性各有尽，任才使能，贵不求备。人才之兴起，亦贵乎在上者有以作喻之，必能通其情而合乎义，恕乎人思自节，而无离散为叛之心。论语编者续附此章于本篇之末，亦所以申至凯于鲁之衰微。白话释义：周公教鲁公道，君子不要忘乎他亲属，不要使大臣怨他不见用。故救之人无大恶逆，不要舍弃他，不要求全责备于某一人。为子篇第18。513。一。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士、仲图、仲乎、叔夜、叔夏、季、随、季、马郭。八士就说一母四乳，皆孪生。或说亦可有12子而以伯仲之序各称其3子者，此特见一家之多贤，何必皆孪生？是也。或说在周成王时，或说在宣王时，或以魏及武王时之隐士八士，见一周书。本篇孔子于3人一名师至巴勒关，皆赞扬而品列之。余皆于举逆何由丈人，皆卷有皆引之意。盖为持世道者在人，是衰而斯人亦切也。本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，产于一母，祥和所终，委才未起，编者复诸此，思其甚，亦所以感其衰。白话释义：周代有8个士：伯达、伯士、仲图、仲乎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、马郭。515。子章篇第19。1。子章曰：是见为致命，见得思义，既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异矣。致命由受命，见为受命见。现问篇。见得思义见，即是篇。既思敬丧思哀之意，见八义篇。此章子章之言，亦平日所闻于孔子。意义语辞，未是能如此为可也。本篇皆记门弟子之言。盖自孔子末后，数遗教以诱后学，以及同门相切磋，以其能发明圣义，故编者即为一篇，以革《论语》之后。无颜渊、子路诸人语，以其末在前。白话释义：子章说，一个是见为难能受命，不爱其身；见有的能思极义，不忘取。临济能思敬，临丧能思哀，那也算可以了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16。2。子章曰：直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王？直，守义。德在己，故曰直。由云具德。弘，大义。后孟子言扩充，亦求其能弘。道在外，故须信。信不笃，则道听而图说之矣。信道笃，斯无德亦日弘。若有直而不弘，有信而不笃，则不大，不足当天的兼大补益之事，不足为天的兼大关系之人。有此一人不为众，无之亦不为轻。教之一无信守者，相去亦无己。或曰：不能为其无直无信，亦不能为其有直有信。两义人相通。本章与曾子弘一章略相似，唯曾子弘以指道，亦以指德，与子章此章所言正相倒转。曾子常谓：堂堂乎章也，难乎并为人矣，其意以子章之直德勿弘乎？
所守太狭故不是，然贵阔而充之，不贵以宏为直。于此见岑子、子张学脉之相异。白话释义：子张说直德不能宏大，信道不能笃实，这样怎好算他有？又怎好算他没有？子张篇第19。517。3。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子夏云何？对曰：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张曰：亦乎无所闻。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今不能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惧我，如之何其惧人也？问交有之道，其不可者拒之，此盖子夏手无有不如己者之遗训。又如损者三有，此当惧不与交。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今不能，此盖孔子犯爱众而轻人之疑。训。本章子夏之教门人，盖初学所宜守。子张之言，则君子大贤之所有事。二子各有闻于孔子，而各得其性之所敬。子夏劝诫，子张高广，均可取法。然亦不免各有所偏避。白话释义：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。子张道：你们先生子夏如何说呢？那门人对道：我们的先生子夏说，可与未有的，我和他未有；不可与未有的，该拒绝不与相交。子张说：这和我所听到地不同了。一个君子，该尊崇贤者，同时亦宽容众人；该嘉许善人，同时亦哀矜那些不能的人。若是我是个大贤，对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18，人有时魔不能容的呢？若是我自己不贤，别人将会拒绝我，哪待我来拒绝人呀？4。子夏曰：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志远孔尼，是以君子不畏也。孔子之道大，博学多闻而一以贯之。小道窥于一隙，执于一篇，非为其无所得，就其所见所执，亦皆有可观。但若推而远之，欲其达于广大悠久之域，则多至泥而难通，故君子不畏也。或曰：此重经世之意。小道如农、圃、医、卜、百家众计，善易取之长，因易节之用者皆是。当与君子不弃章参读。白话释义：子夏说，就算是小道，也一定有可观处，但要行到远去，便恐行不通，所以君子不走那小道。5。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。义。子张篇第19。519。君子于学，当日进而无疆。日之所无，此孔子博闻之教。月无忘其所能，此孔子约礼之教。亦言子所谓得一善，则全权服因而服施之。故日之所无，则学尽；月无忘所能，则得利。如是相引而长，斯能则善而固执之，深造而自得之矣。子夏此章之言好学，易之，得兼言。白话释义：子夏说，每天能知道所不知道的，每月能不忘了所以能的，可说是好学了。6。子夏曰：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博学而笃志，或一志在学先，故是此志自谓济世。然孔子曰：可与共学，未可与士道，未可与利，故博学必济之以笃。志乃可以士道与利。切问而近思，博闻必归于约礼。学虽博，贵能反救己身。笃实践履。切问近思，心知其意，然后士道与利之后，可以达于不惑而能全。人在其中类，学者所以学为人，所以尽人道，故曰人在其中。
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20。本章当与上章参读。子下列文学之科，然其论学，故不失圣门举曰：学者其细产焉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博学而能独守其志，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，接近处去思，人道亦就在这中间了。7. 子夏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4. 官府造作之处。或说是中陈列器物之所。今从前解。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，君子之于道亦然。非学无以明道，亦无以尽道之运而通其变化。学者耻言道而疏于学，则道不自治，又何从明而尽之？智者使之来而尽之之意。君子终身于学，有百工之长日居肆中。本章学以致道，人即上章人在其中之意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百工长日居在肆中以成其器物，君子终身在学之中矣。求至此道。子章篇第19。521。8. 子夏曰：小人之过也必闻。闻是义。人之有过，除非立意为恶，亦一时偶然之失耳。然小人但于改过而忍于自欺，则必闻视之以重其过矣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小人有了过失，必把他来闻视。9. 子夏曰：君子有3变：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俨然，貌之庄；温，色之和；厉，辞之阙。及，皆近义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仁德浑然。望之俨然，礼之存；及之也温，人之者。听其言厉，义之发。人之皆知，若见其有变，君子实无变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一个君子相会有3种的变化：远望他，见他俨然有威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22。接近了，又觉温然可亲；呆听他说话，又像斩钉截铁般厉害。亦灵。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。未信，则以为利己也；信而后见。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信，为人信之。利，由并义。言事上始下，皆必诚意交付而后可以有成。然亦有虽不信，不容不见，如箕子比干事也；不容不劳之，如子产为政，名誉杀之事也。子夏此章亦有虽未信，举其长而言之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君子等待民众信他了，再来劳使他们，否则将会怨他，有意作害于他们了。君子等待其君信他了，再对君有所见，否则将误会他故意谤毁于己了。一。子夏曰：大德不逾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大德小德，由云大节小节。贤，兰易，所以指物之出入。子章篇第19。523。或曰：论人与自处不同。论人当观其大节，大节既可取，小差自可略。若自处，则大节故不可以于贤，小德亦岂可以出入乎？小德出入，终类大德。或曰：小德出入，如孟子曰：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是也。然则所以有出入，正以成其不于贤之大德。白话释义。子夏说，人的德行，大处不可逾越界限，小处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的。2。子游曰：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。亦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子夏闻之，曰：隐。言犹过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
辟诸草木，屈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污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为圣人乎？门人小子，小子即门人。如曾子有吉章，吾之免夫小子，即门人。此处门人小子间言，因下文洒扫应对进退，乃至子夏门人中年轻一辈言，故特加此二字。或说小子当廉下读，为其门人中有幼者，使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。今子夏不分长幼，亦以此教，故讥之。今按后说无此文理，门人小子仍当廉读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524。后说之意以兼含在内，若必拘泥分读，转失之。洒扫应对进退，洒当为盖，以水灰地及墙阶，令不扬尘，然后扫之。应对，应是为诺，对必有辞。进退，凡抠一趋于与夫正立拱手，威仪容节，皆又以所当学习。亦莫也，本之则无。子游姬子夏施教法，为此等皆莫视，不教以本，为礼乐文章之大者。孰先传焉？孰后卷焉？卷如诲人不卷之卷。为君子之道，传于人，以有先后之次第，宜先则先，宜后则后，非专传其宜先者，而卷传其宜后者。故非末则先传，而本则卷教。辟诸草木，屈以别矣。区分区义及分类义，其名要术，有曲重五谷法，作为曲诊，如今菜畦、树木之内，分类杂植。草木即指谷、蔬、果、裸之在田圃者，农夫之为田圃，必为之区别盖种，时日既至，大小甘苦，莫不贤得其身。然五谷自为五谷，果裸自谓果裸，草木之区别，即欲人性与所学之不能相同，焉可污也？污，其往矣。言若不量其浅深，不问其生熟，一概以教，专以高且远者与之，则是污之而已。君子之道，不如此。有始有卒，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近小，后教以远大。所谓循循善诱。若夫下学而上达，本末始终一以贯之，则为圣人未能。然则小学始教，人人可传，根本大道，则非尽人可得。此下孔门传经之功归于子夏，而代记、礼运大通之篇或谓源于子游之序言，两人学脉亦于此可见其有别。子张篇第19。525。今按游、夏同列文学之科，子游非不知洒扫应对进退为初学所有事，特恐子夏之泥于器义而忽于大道，故以未说。子夏亦非不知洒扫应对进退之上尚有礼乐大道，不可忽而不传。是两人言教学之法实无大异，读者若具言犹过以4字，便谓子游之言全非，则失本章之旨。白话释义：子游说子夏的门人小子，担当些洒水扫地、言语应对、驱走进退亦应细事，那够了。可惜这些只是末节，若论到本源处，就没有了，这怎好呀？子夏听到了，说：啊，言犹错了。君子之道，哪些事先来传给人，哪些事放在后，厌倦不教了。就拿田圃中草木作修，也是一区区的分别者。君子之道，哪可用期望来对人呀？至于有始有卒，浅深大小都学通了的，哪怕只有圣人吧。义3。子夏曰：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仕，人观从之。仕与学，所适异，所志同。优，有余力。仕而学，所以资其事者亦深；学而仕，所以验其学者亦广。此两语反复相因，而亦各有所指。或疑学具当在仕具前，然学而仕，仕之长；仕而学，则不多见。子夏之意所主在此，故以仕。
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26。具阁前。谭公载曾子，则子夏曰：“吾与尔氏夫子于诸嗣之间，退而老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以辱于夫子，则子夏晚年教育之甚可知。”本篇载诸弟子之言，独子夏位最多，岂以事亲？白话释义：子夏说：士者有余力宜从学，学者有余力宜从事。疑四。子游曰：“丧，至乎哀而止。至，即义。丧礼止以至，即乎居丧者之哀情而止，不尚文事。然若过而至于毁身灭性，亦君子所戒。”白话释义：子游说丧礼只要极尽到遭丧者之哀情便够了。义五。子游曰：“吾有章也，未难能也，然而为人。”子张篇第19。527。子张物位高广，人所难能，但未得为人道。人道，乃人与人相处之道，其道平时，人人可能。若心存高广，务求人所难能，即未得为人。白话释义：子游说我的朋友张雅，他可算是人所难能的了，但这样也未得为人呀。疑六。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人矣。”堂堂，高大开广之貌。子张之为人如此，故难与并为人。盖仁者必平易近人，不恶于使人不可及。兵书言堂堂之政，又如言堂堂之风，皆有对之难尽之意。或说堂堂只容一言。然本章当与上章合参，上章之难能，由此章之堂堂。子游、曾子乃凭子章为人，绝不谨言其容仪。容仪之训虽出汉儒，不可从。又说难与并为人矣，为使己与子章各得一国以行仁政，则必不及子章。以此合之上章为人之说，显未冲突。或又说子游言无之与子张有，仅惜其难能，尚未感及于其人，此亦不通。宋儒说《论语》有过于贬义孔门诸贤处，故事一并。清儒强作回护，人师《论语》之本意。孤拈此例，数学者能超越汉、宋，平心求之，思《论语》之真亦不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528。难得。白话释义：曾子说：“堂堂乎我的朋友张雅，难乎和他同行于人道了。”义七。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治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？治，尽其疾。人情美不能自尽于疾，亦有不当自尽乎疾者。唯欲父母之丧，此乃人之至情，不能自已，得自尽其疾。若欲父母丧而人不能自尽其疾，则人生乃无尽情之所，而人心之人亦将思灭无存矣。”白话释义：曾子说：“我在先生处听过，人没有能自己竭尽其情的，只有遇到父母之丧吧。”义八。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子张篇第19。529。孟庄子，鲁大夫仲孙宿，其父献子，名灭，有贤德。按学而篇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当与此章参读。宋儒陈于少数之事，说3年章与此章，特有繁言。然孔子所言本不以一概凡事，如语改滚道，未闻儒者谓之不孝。若必执一废百，则孔子不复有可与立位可与权之教矣。学者其审思之。又本章特称孟庄子为难能，在当时必有所以为难能之具体事实，今亦无可确考，此等处以不申论为是。白话释义：
岑子说：“我听先生说过，孟庄子之孝，其他还是可能的，只有没有改换了他父亲所用之人及所行之政，是难能的。”亦九，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岑子。岑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杨夫为士师，杨夫，曾子弟子。士师，典狱官。民散久矣，民散，为其情乖离叛上。如得其情，民心散离，则轻于犯法；如得其作奸犯科之情，当加之以哀悯，勿以明察自喜。今自当作经及廉义，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30。白话释义。孟氏使杨夫当治狱官，杨夫去问曾子。曾子道：“在上者治民失道，民心离散已久，你欲判欲能获得他们犯罪之时，当把同情来哀矜他们，莫要自喜明察呀。”20。子贡曰：“风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恶居下流，下流，地形卑下处，众水皆流而归之。欲人格身不善之地，则恶民皆归其身。天下之恶皆归，此指恶民言。或言恶人皆归之，其自谓恶，虽不甚，而众恶皆成其恶。今按人既为恶，其他恶人自来归集。然谓君子恶居下流，当从前解为是。”子贡之言，借人之物格身不善之地也。白话释义。子贡说，风的不善，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过分呀。因此君子不肯居下流之地，使天下恶民都归到他身上。子张篇第19。531。21。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艮也，人皆养之。日月之食，食自又作食。君子有过，本出无心，亦不加文饰，故人皆见之。或说以君子之德位，为瞻望所及，故既有过，不得也。艮也，人皆养之。艮改义，仰谓仰望。如日月之时，人皆仰望，盼其极复光明，亦无害其本有之尊崇。”白话释义。子贡说，君子有过失，好像日食月食般。他犯过时，人人可见；他改过时，人人都仰望着他。22。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的，在人。贤者视其大者，不贤者视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尝师之有？”魏公孙朝，魏大夫。春秋时鲁、郑、楚三国皆有公孙朝，故家魏自以别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32。仲尼焉学？尼，乃孔子卒后之意。孔子卒，鲁哀公诛之，称之曰尼父。盖尼本孔子之字，古人有集字为义之礼也。论语。唯此下4章称仲尼，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语，四皆在孔子卒后，故称其义。焉于何义？公孙朝以孔子之学博而大，故问于何而学得之？文武之道，谓文王武王之道。礼乐文章，孔子平日所讲，皆本之。未坠于的在人，历史以往之机，虽若过而不留，但文化之大传，则人在现社会，人在人生。若国王众灭，仅于古器物或文字记载考求而想见之，则可谓坠的矣。贤者视其大者，是就著独志记也。然亦可解作认识义。历史往事，多由前代之所传而记忆认识之。贤与不贤，各有所示，为大小不同。
贤者视其大纲领，从讲就来；不贤者行不着，习不察，记其小节目，从文件来。而其为前代之传统，则一孔子学于此文化传统之大道，故可无所欲而非学。顺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能沛然若绝江河。言子亦能闻一之时。孔子及其未坠于的而在仁者学之，文武大道之传如在目前。就传言孔子问礼于老聃，访乐于长虹，问官于谭子，学琴于师襄，及其无常师之政，然有恐非此章孔子焉不学之意。盖孔子之学，乃能学于众人而亦见其人，亦明其道。白话释义。魏国的公孙朝问于子贡说：“仲尼那样的学问，从哪里学来的呀？”子贡说：“文王武王之大道，并没有坠落到地上，仍在现。”子张篇第19。533。今活着的人身上，贤人认识了那道之大的，不贤的人认识了那道之小的，他们都传有文武之道。我们的夫子哪里不在学？而且谁是他固定的常师呀？23。叔孙武叔与大夫于朝，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辟之攻强，次之强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强数任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”叔孙武叔，鲁大夫，名周仇。攻强，攻亦强也。如有一亩之功，此至为强，不止房屋。如汉魏鞅公有36殿，公言其四围，殿是其屋室。数仞，7尺曰仞，或说8尺，或说5尺6寸。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美言其光辉，富言其充实。古者家事与宗庙相连，百官乃家中治事之辅，贵家大事始有此制。语上言世家，大小浅深悬殊。白话释义。叔孙武叔在朝上和许多大夫说，子贡实比仲尼更贤雅。子服景伯把此语告诉子贡。子贡说：“譬如人家的围墙吧，我的墙纸。”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34。高极间，人在墙外，便可窥见里面家屋之好。我们夫子墙高几仞，若不得从大门进去，便看不到里面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能寻得我们夫子的大门的，该是太少了。那位先生这样说，也无怪呀。24。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吾以为也。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有可逾也。仲尼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吾以为也，犹言无用为此。丘陵也，土高曰丘，大富曰陵。人之贤者，其才智虽亦高，出于他人，犹如丘陵之与平的，他人由得循道而上，则更逾越之矣。日月无得而逾，人美不觉日月之高，然人既不可接天而生，斯终无以于日月矣。虽欲自绝，毁人者不舍欲自绝于此人。若人欲自绝于日月，只是自逃光明，自甘黑暗，于日月何所伤损乎？多见其不知，多与指同。见表露意，谓指自显露其不知量，犹谓不知高低轻重。白话释义。子张篇第19。535。叔孙武叔谤毁仲尼。子贡说：“这样做是没用的。仲尼是不可谤毁的。他人之贤，好像丘陵般，别人还可跨越到他上面去。仲尼犹如日月，无法再能跨越到他上面的了。一个人纵使要向日月自告决绝，
对日月有何伤害呀？只显露他自己的不知高低，不知轻重而已。25. 臣子秦谓子贡曰：子谓公也。仲尼岂贤于子乎？子贡曰：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。夫子之德，邦家者，所谓利之思利，道之思行，虽之思来，动之思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子谓公也，也同邪？言子岂故谓公敬以尊让于师？君子一言以为知，君子之于人，只闻其一言，便可判其人。知之与不知，故言不可不谨。天之不可接而生，接由梯。孔子之高，无梯可升，即无道可从。夫子之德邦家者，孔子谓德大用，故世人莫知其甚而或毁之。子贡晚年见用于鲁，鲁人遂谓其贤于仲尼。孟子谓子贡至足以知圣人。圣人之德世所难晓，故此下子贡乃迟言孔子既或见用于世，其效有如此，所以其人之共欲。天之德不可形容，及其生物而见其造化之妙。圣人之德不可形容，及其所感于人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36。者而见其神化之素。子贡此下之言，即因其感于外者以反观圣人之德，所以谓善言圣人也。利之思利，夫而利之而皆利，即己欲利而利人，民无信不利之利。道之思行，导之使行而皆行，即己欲达而达人，道之以德之道。虽之思来，虽安矣。安其民而远者闻风乐来。动之思和，动为鼓舞作兴之。乐以使民，民忘其劳，故鼓舞作兴之而民莫不和睦奔赴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。一说，鼓为乐为荣。言其生，民皆乐之。一说，时人皆觉其光荣，所谓与有荣焉。死则民皆哀之，所谓生则天下歌，死则四海哭。或说荣谓莫不尊亲，哀则如丧考坯。或说生则食物皆荣，死则食物咸哀。本篇25章皆记孔门诸弟子之言，而特以子贡3章赞美孔子者为典。时人如叔孙武叔、陈子勤皆以为子贡贤于仲尼，可见子贡晚年其尽得修业之功，亦己几乎超贤人甚矣。而子贡至足以知圣人，又能善言之。杨子云曰：仲尼圣人也，或列诸子贡，子贡辞而辟之，然后阔如也。然则圣道之光昌，子贡之功亦不小矣。故《论语》编者以此3章列之本篇之末。又按孔门诸贤与孔子卒后，甚得光辉，各自超绝。不为羲和之人拟子夏于孔子，乃如子夏、子游之贤，欲以所示孔子者是有弱。本章陈子勤，或因其以子贡贤于孔子，遂谓其非孔子弟子陈亢。陈亢亦未托一时之见而已，焉见其必非孔子弟？子章篇第19。537。子由于孔门后起之多贤，亦见孔子教育精神之伟大，而孔子之高出于诸贤，亦可由此想象矣。司马迁赞孔子曰：高山仰止，谨行行之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读《论语》者，本此16字心情，庶可以见弃乎有亏于圣道之己兮。又按孔门弟子有先后辈之别，《左传》多载子路、冉有、子贡，而子贡之事尤多。代记多载曾子、游、夏、子张之言，而子路、冉有、子贡则罕见。方孔子生时言敏具体而为，众功可使南面，语记圣道，以先进篇所列前3科诸贤为主。
然既为日月之名所掩，其称数于后者转少。曾子、游、夏、子张是孔子之日短，教学者之日长，故孔子生时，此诸贤皆少所表见，而名言绪论多见于孔子之身后。及此篇所收，亦为曾子、游、夏、子张四人。为子贡，当孔子断时，名位已显，又最为诸弟子之长，领袖群贤，昌明失传，绝功未大。至有子，其年与子贡相伯仲，教之子路、冉有、闵子，重功未幼，而教之曾子、游、夏、子张则又长矣。以有子与子贡教，子贡仕宦之日未多，有子讲学之力未勤，故此后游、夏、子张皆欲以示孔子者是有弱，以曾子不可而止。然有弱之继子贡而为群弟子所推尊可知矣。故前论10篇首学而孔子之后即次以有子，后次以曾子也。然后论之成又晚于前论，子张篇中遂不收有子语。盖曾子、游、夏、子张诸贤，其后各自开立门户，传授徒众，声光又跃出有子之上。独子贡3章，列为本篇之典。盖子贡之称道圣人，已被视为后起孔门之公论矣。又按子张于4贤中年最幼，又最早卒。而如分为8，有子张氏之儒，以能自成宗派，习乎其位真高受，以大成其学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38。白话释义。陈子勤对子贡说：“你故意作为恭敬的吧？仲尼哪能比你更贤呀？”子贡说：“君子只听人一句话，就以为那人是知者；只听人一句话，就以为那人是不知者了。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呀。我们夫子之不可及，正像天一般，没有阶梯给你上升呀。我们夫子若得有一国一家之位，那真实所说的叫民立，民就立；导民行，民就行。今他安抚都来了，今他鼓动都糊了。他生时，大家都荣耀；他死后，大家都哀痛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可及的呀？539。尧曰篇第20。1。尧曰：兹耳顺，天之隶属在耳宫，允直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中顺义以命禹。曰：禹小子履，敢用玄母，敢昭告于皇后帝，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必简，在帝心。正宫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。周有大赖，善人士父虽有周亲，不如人人百姓。有过，在与一人警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正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一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民时，丧、祭、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功则说。尧曰：兹。尧曰：以下乃尧命顺而产以地位之辞。兹皆叹声。天之隶属在耳宫，立即立字，由次也。立数为帝王相继之次第，由岁时节其之先后。隶属在耳宫，由云天命在耳身。允直其中，允信义。中为中正之道。谓汝以保持中正之道，以因此天之隶属。亦说允直其中，未见地位。古训黄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40。谓大中，是亦汉时自古相传之说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中，即四海人民皆陷于困穷之境，则君禄亦永绝。舜亦以命禹，舜亦用尧命己之辞以命于禹。曰：禹小子履，履商汤名。或说此处曰自上当托一汤字。此下为商汤导禹，以身代身，为民受罪之辞。或说乃商汤伐桀告天之文，非也。
敢用玄母，用一黑公牛为息以祭告于天。或说下上黑，汤在其时未变下礼，故用玄母，宜非也。或说汤既以身为身，不宜复用玄母。鲁论、齐论皆无此四字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，昭名义。皇皇后帝，莫子兼爱，偏坐上天后。有罪不敢赦，凡有罪者，汤自言不敢善赦也。帝臣不避，简在帝心。凡天下贤者，皆上帝之臣，汤自言不敢避。简选择义，简在帝心，为帝所命也。正宫有罪，无以万方。吕氏春秋，汤克夏，天大旱，5年不收。汤以身倒于桑林，曰：余一身有罪，无及万方。古者贵贱皆自称正，秦以后始定正为至尊之自称。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。吕氏曰：万方有罪，在于一人可证。此为大汉岛屿之词，非伐节词。周有大赖善人士父，此以下数武王氏。赖，赐羽翼。言周家受天大赐，富于善人，有乱臣10人是也。或说武王克商，大封于庙，建国受土，皆善人也。是父犹言是贵。虽有周亲，不如人人。周至义，亲敬义，周亲不如人。尧曰篇第20。541。人文武用心如此，故能特富于善人。或说封王亲虽多，不如周家之多人人。或以周亲为管蔡，人人为姬为，今皆不从。百姓有过，在与一人，此武王习用商汤语。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汉书立律制，周衰失政。孔子成后王之法曰谨权量云云，是汉儒任此下乃孔子语。臣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之后，如孔子的行王道于天下，将如下云云也。权，称也。量，斗壶。法度者，亦说度丈尺，一字未足成句，故配以法字。亦说法度即律度，律为12律，度为丈尺。后凡定制有限节者，皆称法度。废官者，旧官有废，更修立之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一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此亦孔子成帝王之法语。兴灭国，如周初封建，立皇帝，尧、舜、夏、商之后世也。继绝世，为贤人士绝不嗣，谓之立后，使人的享祀也。举一民，为才行超特不世者，举而受之官爵也。所重民时、丧、祭，或说民、时、丧、祭祀者，民为首，民以时为天，故重时。重丧以敬哀，重祭以致敬。重时，重在生民。重丧、祭，则由生及死，由今速往，民生于世渐悠久。或说民时连文，是一事，与丧、祭为3事，当从之。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功则说。此阳货偏孔子告子张问人语，上托功则不武4字，右功则说3字，子张问人张无之。或说公字不见于《论语》，下至庄老之书史吕言之。据子张问人张有会，则足以使人。公字宜当作会。《论语》编辑孔子言行，至为子偏以弃。子张偏记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。542。门弟子之言，而以子贡之称到孔子4章奠其后，《论语》之书，可谓至此已尽。本篇立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，而又以孔子之言记之。自谨权量审法度以下，汉儒即以为是孔子之言，成后王之法。因说此篇乃《论语》之后序，由孟子之书亦以立叙尧、舜、汤、文、孔子之相承作全书之后序也。然此章全不着子曰字，是否孔子语，尚不可知。
或谓此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词，书无证。泰伯篇末已被载孔子论述尧、舜、禹、文、武之事，他章论尧、舜以下古帝王者上亦有之，皆以数见，何必此章乃独为孔子常所讽道？且当时诸侯卿大夫及门弟子问政，孔子随而答之，其语散见于《论语》者亦以胜负。安见此章仅权量审法度以下，乃为孔子成后王之法？若其他各篇所记，反是零碎偶尔之词，而此章所云始是孔子毕生抱负所在，而宗括罪举其纲要，此亦未必然。且孔子自云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舍无其谁。又曰：吾久疑不复梦见周公是孔子以文王，周公之道统自任，却以情见乎此矣。若此章远溯上古，历续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而成以孔子自成后王之法，则若孔子之意，乃以王者自任，此孔自战国晚年寻亲之途，是有此等想象。孟子以言王天下，然尚不以孔子当王者。论语只言用我者，我其为东周乎？又曰：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可证孔子生时，其心中仅欲复兴周道，未尝有继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兴王自人之意。其弟子门人亦从未以王者是孔子，此证之《论语》而可知。故以此章乃战国末年人意见，上承荀子尊孔子为后王而来，又慕孝、孟子、书末章而以己意。尧曰篇第20。543。复此于《论语》之末，或以此章多有托意，似亦不然。盖此章既非孔子之言，又非其门弟子之语，而自尧、舜、禹、汤而至武王，终以孔子，其次序有条不紊，其为全书后续而出于编定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，殆可无疑。又此章下接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体力甚不累。汉书艺文志《论语》古21篇，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篇，当是古《论语》即以此下子张问一章为另一子张篇，则尧曰篇时即以此章为一篇。体力正与相党，篇相同，亦只以一章为一篇。如是，则上下论最后一篇均不分章。下论尧曰：篇乃仿上论，相党，篇之利而谓之。又按此章末，宽则得众，信则名任焉，敏则有功数语，以见阳货篇子张问人章。为阳货篇以子张问人横隔于公山佛西连累并载之间，显见不伦。且《论语》载孔子答弟子问，皆仅称子曰：读阳货篇子张问，及本篇下章子张问，皆称孔子曰：别成一体。或说阳货篇子张问人张原在古论子张篇之首，当是此两子张问合为一篇。而本章宽则的众数语，则为托乱不尽之文，与上文不相蒙。后人谓《论语》后10篇多有托物是也。今据此在未推说，或此两章头集在后，故此力不能与全书一律，而鲁论、齐论均以此两章附入。尧曰：篇合为一篇，为《论语》之9。因上论下论各自10篇，不因下论独增一篇。又疑尧曰一章，或出自子张氏之如之所谓，故以所记子张问两章附于后。而古论乃将子张问两章分出别为一篇，不知何时子张问人一章又误移入阳货篇中，而又于尧曰章末再出宽则的众数语，而会则足矣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544。使人又误成功则说三字。今按《论语》一书，乃孔门遗训所萃，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。孔门70子后学讨论汇集而成此书，绝功大益。
读此最后尧日一篇，章节之间多留下缝。又后有谓造古文尚书者，复矫窃尧曰章禹以散人其所造，大禹末、汤氏、太氏、武臣等篇。后如又转据为尚书以说论语，此章于是一变遂资，定论难求，实为此书一大缺点，亦千古一大憾事。因不但辞废，采着众说，详定之如此，然亦不知其果然与否。白话释义。尧说：哎，你舜，天的历数命运在你身上了，好好掌握着那中道。四海民生困穷，你的这一分天路也便永久完结了顺也。把这番话来交代禹。汤遇着大汉岛天求禹也说：我小子吕敢明白告诉皇皇在上的天地，只要有罪的人，我从不敢轻易善赦。那些贤人都是服从上帝之臣，我也不敢杖毙着他们。这都由上帝自心检责吧。只要我自身有罪，不要因此牵累及万方。若使万方有罪，都该由我一身负责，请只降罚我一身。周武王得上天大赐，一时善人特多。他也说，纵使有至亲近戚，不如人人呀。他又说，百姓有过，都在我一人，该谨慎权量，审查法度，务求统一而公平。旧的官职废了的，该重新修立，四方之政那就易于推行了。灭亡的国家，该使复兴；已绝的族氏，该使再续；隐逸在野的贤人，该提拔任用。那就天下之人全都归心了。所当看重的，第一是民众的饮食生活，第二是丧礼。尧曰篇第20。545。三是祭礼。在上位的人能宽大，便易获得众心；能有信，民众便信任他；能敏免从事，便有功了；能推行公道，则人心悦服了。2. 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子曰：尊武美，平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子张曰：何谓武美？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子张曰：何谓惠而不费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则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人而得人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戒事成谓之暴，慢令治其谓之贼，由之与人也，出纳之令谓之有司，惠而不费，谓有惠于民，而上无所费损。又焉贪？贪者有欲而常感不足，心所欲在人，可常感满足，故谓之无贪。或说教民育人，今不从。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言无论对众寡大小，皆不敢慢。人故亦慢寡小，然亦有习慢众待以为刚直者，故并言之。不戒事成，不先告诫而临时则其成功。慢令治其，先未教令，不叮咛申斥，而往后克其无许宽假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46。缓于前，急于后，恶其民而必行之，是有意贼害其民也。由之与人，由之由言军事，同样要给予人，而令习于出纳之际，此乃有司之所谓，非当政者所宜然。或说孔子告问政者多矣，未有如此之辈者，故记此以记帝王之治。此说可发明以本章成尧曰章后而合为一篇之意，则代是孔子专以帝王位治之道授之子张一人矣。故复有人分出两子张问而使之独立为篇。如此说之，则尧曰：篇信未出于子张氏之儒之手矣。
又按本章子张问政，孔子约述以事。四子张请目，然后详细言之。与问人张文士画一，显出一人之手，而两章皆称孔子曰与。论语他章体例不同，故宜在《论语》全书中，此为最后编人者。或曰：当世编《论语》者，于书成后续得此两章，更待编辑，而未有所得，故子章偏指两章，为孔毕之咎，而其鲁学者并之入。尧曰：偏。然考黄侃一书，序古论篇次，以乡党为第二，雍也为第三，内道错不可据说，则古论虽出孔毕，亦非可据之定本。此等皆难考定，孤是所宜可也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孔子道：如何使可从事政治呀？先生说：尊崇五美，摒除四恶，这样乃可从事政治了。子张说：何谓五美呢？先生说：在上位的君子，第一须懂得惠而不费，第二是劳而不怨，第三是欲而不贪，第四是泰而不骄，第五是威而不猛。子张说：怎样称作惠而不费呢？先生说：你看人民在哪方面？尧曰：篇第20。547。可以的利，便在哪方面诱导他们去的利，岂不是施了恩惠给人而不破费着自己吗？你只选择可以使人民服劳的事来使人民服劳，又谁来怨你呢？你自己所欲只在推行人道，那就要推行尽推行，岂不是有欲而无贪吗？一个在上位之君子，不论对方是寡是众，或大或小，总之自己无敢怠慢，那岂不及舒泰而并不骄矜吗？一个在上位之君子，只要衣冠整肃，瞻视尊严，便见得俨然，别人忘了他生敬畏之心，岂不就有威而不猛暴了吗？子张又问：何谓四恶呢？先生说：不事先教导人，便要用杀戮来推行或制止，那叫虐；不事先告诫人，而到时忽然要查验他成功了没有，那叫暴。虽下了命令，像不当件事般，并不曾郑重叮咛，到其现实又应不通融，这项有意陷害人，叫做贼。同样是要给予人的，但在出纳之际，却不免多所吝惜，那有失在上位者之体制，像是一经管的有司了。3. 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知命，即知天。有浅言之者，如云富贵在天，死。身有命是也。有深言之，又积极言之者，如云天生得于宇。文王寂寞，文不在兹乎之类是也。亦有消极言之者，如云道之不行，吾知之以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之类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48。是也。此皆深言之。韩诗外传云：天之所生，皆有仁义。礼、智、顺、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，则谓小人。为之命，乃知己之所当然。孔子知之其不可而为之，亦是其知命之学。知礼，礼指一切礼文言。人不知礼，则耳目无所夹，手足无所措，故曰无以立。孔子重言仁，又重言礼。仁者，人群相处之道，礼即其道之基，道之所予以显也。若不知礼，更何以自立为人？知言，论辩思义之是非的师，生于心而发于言。若不能知言，何能知其是非的师乎？孟子自道所长在知言，在善养浩然之气。又曰：浩然之气，乃极义所生，能知命、知礼，又知言，则所行自无不义，而浩然之气自可养而至。然则孟子之自道所长，正可证其学孔子而得之矣。或曰：司马迁曰：余读孔子书，想见其为人。
后世欲知孔子，舍从《论语》之语言文字求之，又将何从？记者将此章列《论语》之最终，其亦有4诸百世之思乎？望之深而忧其不得于言，用意远矣。或说此章系《论语》之中篇，特具深意。然相传鲁论无此章，则是郑玄以古论效鲁论，而取以补其缺者。然古论以子章问2章别出，子章篇，则此章是否亦为古论语之最后一章，在尧日篇之后乎？此亦无可考。亦起郑玄之意，为此章乃孔子论学中总切纲要之言，故特以系之。尧曰：篇末，以见其重中之意乎？今皆无可申论矣。又按此章古本皆作孔子曰，为诸子及注本作子曰。或疑。尧曰篇第20。549。诸注勿托一孔字，否则诸子以孔子曰3字为例不纯而删去孔字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知命，便无以为君子；不知礼，便无以立在人群中；不知言，亦就知不得人了。551。复孔子年表。鲁襄公22年，西历纪元前551年，孔子生。鲁襄公24年，孔子年3岁。父叔良歌卒。鲁昭公7年，孔子年17岁。母颜真在卒在前。鲁昭公9年，孔子年19岁。娶宋齐官氏。鲁昭公10年，孔子年20岁。生子礼，字伯鱼。鲁昭公17年，孔子年27岁。谭子来朝，孔子见之，学古官名。其为鲁之伟立成田当在前。鲁昭公20年，孔子年30岁。孔子出入鲁太庙当在前。秦章从游，当在此时，或稍前。孔子致仕使受徒设教。颜无胄、仲由、曾点、冉伯牛、闵损、冉求、仲弓、颜回、高柴、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。鲁昭公24年，孔子年34岁。鲁孟离子卒，遣命其二子孟义子及南宫敬书师事孔子学礼。12子年13，其正式从学当在后。鲁昭公25年，孔子年35岁。鲁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奔于齐，孔子亦以是年弑齐，在齐闻韶乐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鲁昭公26年，孔子年36岁。当以是年反鲁。鲁昭公27年，孔子年37岁。吴季札弑其反，其长子卒，葬营伯坚，孔子自鲁往观其葬礼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52。鲁定公5年，孔子年47岁。鲁阳霍执季桓子。阳霍欲见孔子，当在此后。鲁定公8年，孔子年50岁。鲁三家攻阳霍，阳霍奔阳关。是年，公山弗扰召孔子。鲁定公9年，孔子年51岁。鲁阳霍奔齐。孔子始出仕，为鲁中都宰。鲁定公10年，孔子年52岁。由中都宰为司空，又为大司寇。襄定公与齐会加鼓。鲁定公12年，孔子年54岁。鲁听孔子主张堕三都，堕后，堕废，又堕成，弗可。孔子堕三都之主张遂现停顿。鲁定公13年，孔子年55岁。去鲁侍卫。魏人端木赐从游。鲁定公14年，孔子年56岁。去魏过匡。晋佛西来召，孔子欲往，不果，众反魏。鲁定公15年，孔子年57岁。始建魏灵公，出侍卫，建魏灵公夫人男子。鲁哀公元年，孔子年58岁。魏灵公问臣，当在今年或明年，孔子遂辞魏氏。其去魏，
当在明年。鲁哀公2年，孔子年59岁。卫灵公卒，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后去位。鲁哀公3年，孔子年60岁。孔子犹未弑曹，又弑宋，宋司马桓追欲杀之，孔子为弗去，弑陈，遂弑于陈。鲁哀公6年，孔子年63岁。吴伐陈，孔子去陈，绝粮于陈，蔡之间，遂弑蔡，建楚叶公。又自叶反陈，自陈反魏。复孔子年表。553。鲁哀公7年，孔子年64岁。在世于魏，时魏出公之4年。鲁哀公11年，孔子年68岁。鲁季康子召孔子，孔子反鲁。自其去鲁氏魏，先后凡14年而众反鲁。此下乃开始其晚年期的教育生活，有若、曾参、颜衍、卜商、专孙师诸人皆先后从学。鲁哀公12年，孔子年69岁。子孔鲤卒。鲁哀公14年，孔子年71岁。颜回卒。其臣恒弑其君，孔子请讨之，鲁君臣不从。是年，鲁奚受获陵，孔子春秋绝笔。春秋始笔在何年，则不可考。鲁哀公15年，孔子年72岁。仲由死于魏。鲁哀公16年，西历纪元前479年，孔子年73岁，卒。柴氏藏书，荣誉出品。Chexing 版权符号2008。书 www.rbook.net 读书中文网。